你刚成为43公元少不到3分钟，就惊恐地发现官渡之战已经临近尾声，即将来到曹操最高光的时刻——火烧乌巢。面对这样的天崩开局，你再也绷不住了。乌巢，乌巢！你口中默念着这2个字，手中则握着兵书，在营帐中来回踱步，思考着如何面对眼下的局势。回顾历史，后人对自己这位前身的评价可谓恶语相加。试问袁绍既然如此无能，何以成为强盛一方的军阀？既然能力相差如此悬殊，曹操又怎会说官渡之战赢得异常艰辛？在官渡，袁绍经历了最大的失败，因为他差一点成功；在官渡，曹操经历了最大的成功，因为他差一点失败。无论如何，袁绍成了败军之将。可就在你愁眉思索时，许攸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，拱手行礼道：“主公，子元有一事相求。”你稳了稳心神，微微点头，放下兵书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。见子元此来所为何事？许攸面露难色，语气急切道：“主公，许攸有个不情之请，望主公保许攸家人一条生路。”沈佩纳斯已然将我家人紧接收监，我许攸对主公一向忠心耿耿，怎奈他威逼利诱，小人只得屈从，请主公体恤，给我一条生路。如今家人遭此大难，还望主公看在我效力多年的份上，出手搭救。你看着许攸计上心头，昨天许攸的外甥因为贪污军粮被沈佩抓个正着，正好可以借此让许攸去诈降曹操。于是表情故作难看，缓缓开口：“许攸啊，此事沈佩已告知姑了。你侄子贪污军粮，这可是死罪啊！沈佩收押此事，姑觉得沈佩所作并无错误。”许攸听到你此言，瞬间瞪大了眼睛，满脸不可置信。他悲愤交加，声音也不自觉拔高几分：“主公，他不过一时糊涂。”请主公看在许攸多年来出生入死的份上，饶他小命。况且尤家中老小无辜，主公若不肯施以援手，岂不日后让麾下众将寒心？你面上却不为所动，冷冷说道：“子元，国有国法，军有军规。你侄子犯了如此大错，岂能姑息？至于你的家人，只能怪你管教不严。况且他贪污军粮，姑还没向你问罪。知远，他此举是许家要向曹操投诚，坏姑的好事。”许攸顿时心中一惊，面如死灰。毕竟贪污军粮是大事，忙不迭地道：“望主公明鉴，就是给你侄子100个胆子，也不敢投向曹操。没定是这混小子贪财。”子远啊，姑向来行事，有功必赏，有过必罚。你侄子之事，姑不会牵扯于你，否则你也不会站在姑面前说话。你若是能立下大功，灭了曹操，姑倒是可以允许你将公属罪保下你家人。许攸此时只觉一盆冷水从头浇下，不过他心中也顿时感觉好似有一点希望。他神色复杂，惨然笑道：“主公，容许攸思考片刻。”你又缓缓开口：“子远，有一人向姑献策，你去诈降曹操，由他去火烧乌巢。”许攸神色变幻不定，内心复杂，自己家人竟皆被沈佩关押，若不去，控家人性命难保；若去，自己性命难保。许攸心中顿时怀疑，这是沈佩给你献的计谋，一箭双雕。顿时他心中不由得对你失望透顶，只得勉强回道：“主公，容许攸下去考虑考虑。”许攸拂袖正准备离开，他没出几步，只听见你大笑：“你莫非真认为姑是那颗薄寡恩之人？”你放心好了，姑得知消息后，便已经令袁谭星夜前往邺城镇住沈佩。此举不过是逗你玩玩罢了。许攸心中顿时如同过山车般，七上八下五味杂陈，面色大喜，连忙转身抱拳道：“许攸谢主公大恩。”你看着许攸变脸如此迅速，心中不由得一笑，言语上开始缓缓引诱许攸：“不过子远不考虑下诈降曹操之事，此事若成，你和你家族便有泼天的富贵。若你攻城，姑就许你3公之职。”当然，若你不去，姑依旧会救你一家，毕竟你追随姑多年。啊！不过对于你侄子2人，姑绝不能容忍有人在背后给姑捅刀子。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子远啊，
你和曹操是同乡，唯有你去。这不是职功就在眼前，你下去仔细考虑考虑。许攸听闻深思片刻，心里十分挣扎，缓缓抱拳离开。你看着许攸走去，营帐喃喃道：“许攸啊，希望你聪明点儿，这样我们君臣日后还能相处。可别让姑使用不道德手段。”你此时心中也无绝对把握，只能以利益诱之，以沈佩来威胁，以落水起事。毕竟前有汉光武帝刘秀的成功例子，古人对于起事还是很看重的。虽说可能还有其他法子战胜曹操，只不过利用乌巢能把战果做到最大化，将曹操手下猛将精锐全部引诱出来，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战略计划。许攸回到营帐后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一方面是对你这种恩威并施感到心惊，另一方面是对诈降曹操那边未知的风险担忧。但一想到家人的安危以及三公之位的诱惑，他的心又动摇起来。至于对于此计是不是你亲自实施的，许攸心中有点猜测。不过许攸还是认为沈佩最为可疑，毕竟如果是你亲自想出来的计谋，何必绕如此一大圈，直接拿族人威胁自己就行了，不应该说是直接拿下自己族人，然后自己真去投降曹操，员工再趁机布下埋伏，不是更省事更保险？念到此去，许攸心中狠狠怒骂沈佩缺德，就白马之战一点事情，竟然如此报复自己。阴差阳错间，许攸漏算了真正凶手。次日清晨，许攸站在你营帐外徘徊许久，最终他咬咬牙决定冒险一试。许攸迈入营帐，见到你后抱拳沉声道：“主公，许攸愿去曹营一试。”你见状，忙不迭拉起许作，沉声道：“子远，孤大事就全托付给你了。不过如今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”许攸疑惑看着你询问：“主公，何意？还差什么？”你伸手摸了下胡须，笑道：“只待曹操粮食短缺，他便自会心急，主动出战。”许攸脸上一喜，旋即附和：“主公英明。”此时许攸他心中略微一惊，愈发怀疑此计是出自沈佩之手。你一边等着东风，一边下令将乌巢粮草秘密搬离一半。20日后，建安4年11月，援军斥候意外截住曹军斥候，搜出玉清信件一封，信件里荀彧劝慰曹操要继续坚持下去，定能胜利。原来曹操一共就半年之粮，现如今交战5个月，余粮只剩1月不到。曹操已有退兵意向，特意派人询问荀彧于事。你心中大喜，立马安排许攸待入夜后令其偷偷出营，诈降曹操。另一方面，你召集末下众将进行布置作战任务。你看着众将侃侃而谈：“诸位，今日可能便是决战。孤以密令许攸诈降曹操，引诱他火烧乌巢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陷之亡地而后存。乌巢是我军粮草重地，若失则我军必败。大丈夫当持3尺剑，力不失之功。今夜就是各位的机会。”沮授面色一惊，缓缓开口：“主公，这形势也太过冒险了。若败，则我军毫无退路。”沮授看着你如此计谋，他心中顿时大惊，毕竟此举太过冒险，况且他事先一点也不知情。你神情严肃，语气上露出一丝不容置疑，看向众将道：“自古以来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若谁怕了，那便退下。况且我军有准备在先，还能败给曹操。”众将闻言纷纷喊道：“主公，吾等不怕，愿与曹军死战。”你看着眼前一幕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随后分发任务：颜良率领2800重骑镇守乌巢，文丑率领12000轻骑，张合带领5000白马一从，尽皆藏于乌巢后方，只待狼烟信号便火速支援。高览率领4200大戟士秘密镇守乌巢，然后令淳于琼带领10万大军镇守乌巢，守备外松内延引诱曹操。庞纪带领10万大军，田丰带领10万大军，只待火把信号火速包抄乌巢。袁熙带领10万大军镇守老营，沮授带领17万大军，只待信号猛攻官渡，截住曹军援兵。最后你缓缓开口：“孤亲自坐镇乌巢，和曹操死战。”沮授闻言脸色一变，沉声道：“主公，万万不可！主公千金之躯，岂可冒险？”众将也纷纷劝谏。你心中略微一喜，缓缓笑道：“也不必多言，将士一心，3军用命。此战若胜，便问鼎天下；若败，孤岂能独？”众将见劝不动，只能作罢，只是心中暗暗发誓，定要死战。入夜后，许攸夜奔曹营，许攸一路快马加鞭赶到曹营，然后他翻身下马，顾不上整理凌乱的衣衫，便高声喊道：“我乃许攸，有要事求见曹丞相。”曹操听闻许攸前来，亲自出帐迎接。许攸见曹操到来，连忙俯首抱拳道：“故人许攸特来拜见曹丞相。”曹操扶起许攸，笑道：“子远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怎么会到这来了？”许攸哭泣道：“有小人陷害，致使你拿下许攸全家，再不相投，恐性命不保啊！”曹操顿时大笑，原本出鼠目寸光不会用人，无得子远相助，大事可成。紧接着，曹操拉着许攸就做设宴款待，席间许攸语气激昂，愤懑不平，长叹口气道：“许攸建议那你分兵，一路打官渡，一路劫粮到齐袭许昌。谁知那庸主不听许攸之言，反而因沈佩一份信件拿下许攸全家。吾侄子不过犯了一点小错就被株连，许攸只得弃暗投明。”曹操闻言面露警惕，缓缓笑道：“原本出若偷袭我粮道，我军必败无益。”许攸接着又问向曹操：“孟德，你军中还有几日军粮？”曹操笑道：“2月。”许攸道：“我看未必吧。”曹操眼睛不眨一下，迅速回道：“1个月。”
许攸冷笑一声：“曹孟德，你1个月也没有，你顶多也就半月。”曹操听到如此准确的数据，心中一惊，这许攸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？莫非有叛徒不行？我要炸他！曹操眼神露出一丝隐晦杀意，沉默道：“子远，你如何得知？”许攸眼神一松，大笑起来：“孟德，我截获了你书信一份，已知你这军中已无多少粮草，今天我就送你一份大礼。你粮草尽皆屯在乌巢，乌巢守军淳于琼无能之辈，现在屯兵5万驻守乌巢，你可趁机取了。”援军将领蒋齐在乌巢附近巡视，孟德，你可冒充蒋齐骗取营门。曹操闻言脸上不动声色，内心大惊，缓缓开口道：“子远，你若听你言，我军必败。淳于琼无能之辈，乌巢唾手可得。”许攸半开玩笑半试探笑道：“孟德，世人都说你多疑，你竟不质疑我。”曹操看着许攸沉思片刻，缓缓开口：“我并非你内庸主，是真是假我自有判断。”曹操生性多疑，但许攸这位老乡间旧时竟截取了自己书信，熟知自己军中粮草情况。曹操犹豫之后，还是相信了大半。片刻后，曹操即刻召集将领，准备出兵乌巢。曹操扫视众将一圈，心里还是略微不安，随后看向谋士郭嘉问道：“奉孝，你觉得许攸此举可否有诈？”郭嘉闻言揣摩着曹操心意，主公召集众将，这是想战，但又差一人来一锤定音。于是他沉思片刻后，缓缓开口：“主公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那许攸贪而不治，如此爱才之人，岂可涉险？况且许攸白马之战失利，和沈沛已有嫌隙，袁绍军中内部不和，许攸献策袁绍却不从，想必定有他人相互掣肘。奉孝认为袁绍已惧怕主公，不敢贸然出战。”曹操闻言大笑：“奉孝所言深得我心，许攸孤多是好友，此人贪财惜命，孤也不信他敢涉险。”曹操迅速排兵布阵，令曹洪率领6000豹骑，曹纯率领2000虎骑，徐轸率领5000虎卫军，乐进率领2000青州兵，夏侯惇、张辽率领5000轻骑。曹操自己夏侯渊、徐晃率领20万大军出征，曹仁则带领剩余4万大军守官渡。随着曹操一声令下，曹军顺着夜色暗暗倾巢而出，偷袭乌巢。许攸看着曹操出征的身影，心中暗自祈祷一切顺利，自己既能救出家人，又能获取3公之位。曹军先锋曹洪带领6000豹骑率先探路，行至乌巢途中，半路遭遇援军将领蒋齐。蒋齐此时正领1000步兵巡逻，见曹操有6000骑兵大军，自己则只有1000步兵，心中顿时大惊，连忙跑路。曹洪拍马上前，只一回合便挥刀斩杀蒋齐，6000豹骑不费吹灰之力剿灭蒋齐部队。曹洪当即下令换上援军服装，继续向乌巢进军。而此时的乌巢看似毫无防备，实际援军所有精锐尽皆藏在营帐内等候曹操。真是淳于琼这个无能之辈！在距离乌巢100步外，曹洪睁大眼睛看见乌巢上面纯字大旗飘扬，不由得笑道，随即拍马前进到乌巢。曹洪行进到大营门口，深呼一口气，大喊：“吾乃蒋齐，袁公有密令，特派我来协助驻守乌巢。”夜色下虽有火把照耀，但依旧看来人不是很清楚。站岗守军见来人身着援军服装，又是援军将领名号，于是打开营门放曹洪进来。曹洪待门开之后，快马加鞭冲进乌巢，大吼一声：“将士们，随我冲锋！”此时乌巢之内，曹洪放眼一瞅，明面上只有1万兵马在值夜。曹洪见状大喜，奋力冲杀。此时事后来报，曹军大将曹洪率领6000豹骑杀来。你闻言微微皱眉，心中寻思：这曹操还没过来，看来想必这曹洪是先锋探路，现在时机未到，曹操还没上钩，还需等等。于是你随后看向淳于琼，沉声道：“淳于琼，你速带3万兵马前去拒敌，剩余6万兵马做预备队不动。”淳于琼朗声笑道：“属下领命，主公，吾定会坚持到曹操到来。”淳于琼领兵出战曹洪。另一方面，你则令斥候前去通知埋伏于乌巢后的伏兵，随时准备支援。曹洪这边6000豹骑和淳于琼的4万兵马撞在一起，来回冲杀，始终不能突破。曹洪看着局势，暗自喘。这乌巢只有区区4万兵马来战，始终没有其他兵马出战，守军大将则只有淳于琼。曹洪心中料想没有埋伏，可以通知曹操进来了。为了避免被关门打狗，曹洪先撤兵到营外，只待曹军大部队到来。淳于琼也顺势杀出营门，突出营门后，曹洪随即点火发信号，通知曹操。这时曹操正统领大军在乌巢外围，见信号后面色大喜，对着身旁夏侯渊道：“妙才，你留5万兵马在此等候，若乌巢有援兵，你定要死战不退。”夏侯渊见状抱拳，神色郑重道：“主公放心，我定会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不让援军突破。”曹操随后大笑道：“诸将，建功立业就在此刻，随我冲锋！”曹操15万大军火速冲向乌巢，夏侯渊则领5万兵马驻扎在乌巢外围，伺机而动。曹操冲到乌巢后，看见淳于琼率4万大军布阵到营门外，脸上激动，遂对淳于琼大喊一声：“淳于琼，许攸已经投奔孤了，你若现在投降，孤看在你我曾经同为西园8校尉的份上，饶你不死。”淳于琼闻言心中一乐：“曹操啊，你中计谋，死到临头尚且不知，还想劝降我，真是可叹。”淳于琼面上扬怒，骂道：“许攸狗贼，竟然卖主求荣，令人不齿。不过曹操你别得意，我这里5万大军都是精锐，待援兵一到，你便死无葬身之地。”淳于琼说罢，便令人燃烧火把，打起信号，假装求助援兵。官渡附近援营，沮授田、封庞纪3人看见乌巢高处火把信号，浑身一震，相视一笑，纷纷暗记行事。沮授点起17万大军攻向官渡，田丰与庞纪2人各带10万兵马火速包抄乌巢。曹操闻言眼神一冷，大笑一声：“杀淳于琼者赏千金。”曹军众将则似打了鸡血样，猛攻淳于琼军阵防线，是要斩杀淳于琼。这时斥候来报你，曹操已经到乌巢。你心中大
大喜，无计已成。交出你领兵2万出营拖住曹操。张南，你统领剩余4万兵马驻守在营内，等候曹操攻打。二将纷纷领命下去出战。颜良、高览见状，此时心急如焚，急切问道：“主公，我等何时出战？”你起身拍拍高览肩膀，安慰道：“颜良、高览，如今时机未到，待孤等到关键时刻，就是你们2将出战的时机。夜色下视线不好，曹操一时之间看不出你有多少兵力。”交出新加入的2万大军顿时稍稍缓解了。淳于琼正面防守压力。此时曹操麾下大将曹洪率领虎豹骑绕到战场侧翼，来冲击援军的阵营。虎豹骑方阵如潮水般涌向援军侧翼。一时间，双方只听到马蹄声响彻云霄。虎豹骑此役皆身着黑色铠甲，在夜光下显得十分森冷，犹如死神下凡。随着领兵大将曹洪一声怒吼，虎豹骑猛然加速，向着援军全力冲锋。当双方接触的瞬间，虎豹骑如同黑色的洪流，狠狠撞入援军阵地。骑兵手中长枪无情地刺向援军，战场瞬间陷入一片混乱。一时间，两方士兵人仰马翻，断臂残肢横飞，鲜血四溢。而面对着虎豹骑冲锋，援军士兵们惊恐万分，侧翼防线瞬间被撕开一道口子。前排的援军还来不及反击，就被疾驰而过的战马撞翻在地，随后又被后面的战马践踏成肉。而那些不畏抵抗的援军士兵，也在虎豹骑强大的冲击力下节节败退。淳于琼心中一凛，急令交处分兵1万，堵住侧防线。交处得令迅速前去侧翼迎战曹洪，绊住相后。曹洪与交处在乱军中相遇，曹洪大喊一声，拍马前进，杀向交处。不过10回合，交处便被斩于马下。曹洪大吼一声：“交处已死！淳于琼，你还不投降？”淳于琼见曹洪已突破交处，心中一惊，即下令剩余5万兵马撤退到营内，依托营寨逐级抵抗。同时令斥候点起狼烟。乌巢后方，文丑、张台等将见狼烟已起，纷纷从侧翼绕路，率领骑兵杀向乌巢。此时曹操已突破营门，曹军15万兵马和你9万兵马正在乌巢营内混战。片刻后，文丑、张台率领麾下17000骑兵赶到，从乌巢正门杀入。曹操见你骑兵援兵突至，虽疑惑援军骑兵从哪冒出来的，但是心中却丝毫不慌。将士们，今日便是生死之战，全力进攻，莫要退缩。此时曹操身边大将夏侯惇目光如电，瞅准文丑所在方位，策马直冲过去。文丑正指挥杀敌，忽感一股杀气袭来，抬眼一看，竟是曹军大将夏侯。两人交战数回合，竟打得不分胜负。张陵见状，欲上前相助文丑，却被张辽从中截住。另一处战场上，沮授率领17万大军进攻官渡，遭遇曹仁顽强抵抗。曹仁是曹操军中名将，善于防守，能打死战恶战。曹仁心中深知官渡不容有失，亲自上场擂鼓助阵。乌巢战场上，你见一方骑兵已至乌巢，旋即不再隐藏，在高览下大戟士层层的保护下，骑马步入中军大营。你望着曹操大笑3声：“曹孟德，孤在这里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敢杀孤吗？将士们顶住，步兵就到！”建功立业就在当下。此时曹操步兵已和你步兵死死纠缠在一起，一时之间两方难以脱离战场。曹操心中大惊，意识到中计了，微微皱眉，心中寻思进退。退兵的话，外围夏侯渊的5万兵马能安全撤退，只是今日一退，再想战胜你就难了。不退的话，你如今不过只留10万兵马在此来诱我上钩，而我有15万大军，若是在你伏兵到来之前便斩杀你，那便大获全胜；若没斩杀，那也还有些许机会东山再起。曹操当机立断，不再犹豫，大喊一声：“3军听令，全力进攻！斩袁绍者赏千金，封万户侯！”曹操接着招呼曹洪、曹纯不惜一切代价，率领虎豹骑开出一条血路，双方激战正酣。曹洪、曹纯看准时机，亲率虎豹骑从侧翼切入，指导你中军帅气。而许褚和乐进也率领虎卫军、青州兵紧跟虎豹骑身后杀向，顿时你军侧翼阵脚大乱，众将急忙护着你。虎豹骑在曹洪、曹纯的带领下锐不可当，他们不断穿插分割你的军队，为乐进和许褚创造突进斩首机会。虎卫军皆为重甲部队，速度上不如青州兵，因此许褚对着身旁乐进道：“文谦兄，我率领虎卫军为你开路，你率领青州兵养精蓄锐，准备最后一击。”乐进闻言点头示意，心中战意澎湃。许褚带领5000虎卫军一路冲杀，此时距离你中军大营不过300里，你身旁只余1000大戟士护卫，其余3200大戟士已和虎卫军纠缠厮杀在一起。乐进瞅见战机，神情激昂，大吼一声：“青州兵，袁绍就在眼前，随我冲锋斩首！”乐进率领的青州兵悍不畏死，如同蛟龙出海，所到之处，袁绍军士兵纷纷倒下。你军中大将张南见状，带领200大戟士迎向乐进。乐进提起手中虎头大刀和张南斗在一起，双方交战10个回合后，乐进眼神一冷，眼见你就在眼前，决定以伤换伤，卖个破绽速斩张南。他虚晃一刀，引诱张南来攻。张南见乐进行动略有迟钝，脸色大喜，一枪戳向乐进。而乐进见这一枪刺来，稍微侧转身体，随后一刀劈向张南首级。张南躲闪不及，一刀下去，首级连带头盔被削去大半。乐进斩杀张南之后，只是略微被刺了一枪，受了轻伤。接着乐进捡起张南脑袋后，大吼一声：“还有谁来送死？袁绍，你给我那命来！”青州兵又顺势向前推进100步。高览见张南被斩，顿时双眼一冷，火冒3丈，向着你请战。主公，乐进这厮已经受伤。
伤，我愿前去为张将军报仇。你望着眼前局面，虽然越境距离不过200步，但是你手中还有一张王牌，颜良的重骑兵还没动用。你略微点头，沉声道：“高览，你且去吧，孤这里还有颜良守护在此。”高览旋即带领600大戟士杀向青州兵，高览则拍马提枪冲向越境。越境见高览气势汹汹而来，却也不惧，握紧虎头大刀严阵以待。高览的长枪似游龙般刺向越境，越境侧身闪过，同时反手一刀砍向高览腰部。高览猛地回枪格挡，两人你来我往之间，转眼间便已交手数回合。越境心想这般缠斗下去不是办法，于是决定故技重施，故意脚下趔趄露出破绽。高览亲眼目睹张南之死，见此一幕，心中一凛，大怒道：“越境还敢卖破绽诱我！”高览识破越境计谋，他长枪一转，改变方向，朝着越境咽喉狠狠刺去。乐进见高览没有中计，只得身子一扭，避开长枪，同时手中虎头大刀顺着高览长枪划下，斩向高览持枪之手。高览大惊失色，急忙撤回长枪，接着他怒吼一声，攻势更猛。越境边挡边退，暗自赞叹：好个高览，武艺果然不凡，看来寻常招数是破不了高览了，须得拖刀技斩他。越境于是边挡边嘲讽道：“高览，你就这点武艺吗？不行，回家洗洗睡吧。”高览闻言，手上动作更快几分，冷笑道：“越境，你有伤在身，我看你还能守多久？”越境连续嘲讽几回合后，故意中高览一枪，眼神微冷，心中琢磨火候一到，于是越境佯装不敌，把马便走，同时向着徐者方位大吼一声：“仲康，快来助我！斩首袁绍，全靠你了！”许褚见越境把马便撤，心中以为越境真是不敌，连忙策马挥鞭向越境方位驰援。高览眼神微眯，见徐者向着越境方位赶来，加上越境之前已身中2枪，心中以为越境真是不济，于是高览纵马追去，同时嘴上大喊：“乐进贼子休走！”越境眼角余光瞥见高览追来，心中暗自大喜，他紧紧握住虎头大刀。此时高览与越境的距离逐渐拉近，就在高览追到近前时，越境瞅见时机已到，大喝一声，猛地发力，使出全力一刀劈向高览。这一招拖刀计凝聚了越境全身力量，手中长刀带着万钧之力，回身斩向高览。刀还未到，便让高览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。高览见状，脸色大变，想要躲避却已来之不及，只是下意识的横枪抵挡。当的一声巨响，高览长枪被劈成2半。越境见状，大喊一声：“高览，今日你死期已到！”紧接着越境居高临下，握住虎头大刀，砍向高览首级。虎头大刀下去，高览身死。越境高呼许褚一起冲杀。青州兵见泽军又死一将，土气大振，再次向前冲去。你大惊失色，没想到越境如此勇猛，急令颜良出动重骑兵。曹军士兵此时只见颜良满脸怒火，率着重骑兵冲向越境。越境面对汹涌而来的重骑兵毫无惧色，指挥青州兵摆开防御，等候徐者相助。谁知颜良率领的重骑兵刹那间便冲破了青州兵防线。颜良怒目圆睁，满脸怒火，只见他紧握手中长枪，猛然发力刺向越境。越境迅速稳住身形，举起虎头大刀接住颜良雷霆万钧的一击。只听得一声巨响，颜良的长枪与越境虎头大刀狠狠撞在一起，两人皆被震得手臂发麻。颜良丝毫没有退缩之意，继续猛攻。转眼间3个回合过去，颜良越战越勇，越境由于连斩2将，战力不如全胜一时，露出了一个破绽。颜良瞅准时机，猛地一枪刺穿越境的胸膛，鲜血顿时四溢而出，越境惨叫一声倒地身亡。越境此人真是成也破绽，败也破绽，善斩将者，最终被颜良所斩。与此同时，有100余青州兵已偷偷摸到距你30步距离，你亲卫队长袁忠义急忙拖着你准备离开。你心中大怒，区100青州兵也敢冲我而来，大喝一声：“大丈夫愿临阵斗死，岂可入墙而忘活乎？”袁忠义，你给孤带着亲兵压上去，孤这里尚有200大戟士护卫。袁忠义心中无奈，面露凶光，带领100青兵压上去。青州兵虽奋力作战，却难敌你亲卫凶猛之势，不过片刻便被斩尽杀绝。颜良率领2800重骑兵冲垮越境之后，调转方向猛冲徐者虎卫军。徐者见状，指挥虎卫军集结列阵迎敌。虎卫军中前排士兵纷纷举起盾牌形成盾墙，后排的士兵则将长枪探出等候重骑。刹那间，只见颜良的重骑兵如洪水般席卷而来，骑兵马蹄震得大地微微震动，气势压人。当接近虎卫军盾墙之时，颜良下的骑兵抛出手中铁索，瞬间缠绕住不少盾牌，用力一拖，便打乱了盾墙的阵型。此时众骑兵们趁势冲锋，冲入虎卫军盾阵中。援军大戟士也趁势补刀落单虎卫军，一时间双方人仰马翻，喊杀声震天动地。徐者怒目圆睁，杀意滔天，挥舞手中长刀杀向骑兵。他力大刀沉，每一刀砍下都会有数名骑兵落马，短短片刻已带走几十人。颜良看到许褚这般勇猛，拍马直取许褚。两人交战瞬间，兵器碰撞发出巨大声响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双方身上都挂了彩，但2人都因战友之死，谁也不肯后退半步。半炷香时间过去，5000虎卫军便被2000多重骑兵和4000大戟士联合杀得全军覆没。徐者虽有万人敌的实力，但双拳难敌4手，加上颜良武艺和徐者在伯仲之间，此时又有小兵偷袭，徐者顿时难以招架。颜良和许褚又大战20回合不分胜负。这时有数名大戟士出手斩向徐者，战满马腿，徐者顿时跌落掉地。众骑兵们抛出手中铁索，锁住徐者4肢，生擒活捉了许褚。颜良横刀锁住徐者喉咙，大笑道：“徐者，虽然我胜之不武，
不过我敬你是条汉子，给你机会饶你一命。来人，你们几个锁住许褚，看好他压下去。听候主公发落。许者怒目圆睁，骂不绝口，被数名众骑兵用铁锁锁住，压下战场，交与你发落。与此同时，官渡两路援军共计20万大军已至乌巢。田丰与冯骥二人在远处便远远看见夏侯渊5万兵马，人商议一番，决定合兵一处，由田丰带领15万兵马分成7路围攻夏侯渊，冯骥则带领5万兵马绕过夏侯渊直奔乌巢。果不其然，夏侯渊果然中计，田丰的7路15万大军和夏侯渊的5万兵马交战在一起，庞纪则趁势率领剩余5万兵马绕到乌巢。待庞纪率领5万大军杀到乌巢后，曹操望着黑压压一片，不知有多少援兵，心中顿时暗叫不好。此时越境的青州兵已然阵亡，许者的虎卫军也被全歼，今夜就差一点曹军便能斩首，可惜功败垂成。如今你伏兵已到，再难翻盘，此战恐成定局。曹操看着乌巢内此刻的大混战，文丑率领的12000骑兵和夏侯惇、张辽2人的5干骑兵死死纠缠在一起，张台率领5000白马一从，在自己背后侧翼进行穿插，意图骚扰自己。曹洪的6000豹骑和曹纯的2000虎骑被援军步兵方阵死死抵挡。至于越境的2000青州兵，许者的5000虎卫军已经全部阵亡。此时加上庞纪的5万生力军，乌巢内袁绍曹操军队对比为17万比15万。曹操沉思片刻，深知此时不能立刻撤兵，否则一个兵带跑10个兵，兵败如山倒。他犹豫一下，决定弃车保帅，保留骑兵战力。曹操迅速发号施令，急令斥候通知夏侯惇、张辽、曹纯、曹洪带领骑兵退回中军，同时令徐显率领3万精兵杀向庞纪和文丑所。于禁率领2万步兵加上前线的3万步兵，接替前线曹洪豹骑，顶住你的反扑。曹洪豹骑、曹纯虎骑与夏侯惇、张辽轻骑迅速回到中军大阵。曹操接着让曹纯率领虎骑凿阵，给大军开道。曹洪和夏侯则率领剩余骑兵跟随虎骑冲锋。曹操眼神一扫，又瞅着曹洪豹骑部队中1000个套上援军战甲的部队，顿时心生一计。曹操转身握住身旁张辽双手，对着张辽沉声道：“文远，你率领这1000豹骑，换上援军旗帜，在稍后混乱中伺机混入庞纪大军，待两军相接时，你再出击发难，直取冯骥中军大道，斩首冯骥，为我军解围。文远啊，我军安危如今尽皆在你身上了。”张辽心中一凛，抱拳沉声道：“主公，张辽愿效死力，定不辱命。”张辽接着领命而去，率领1000豹骑慢慢脱离曹操中军，朝着庞纪大军混入。此时曹军已变阵完成，前军变后军，后军变前军。曹军前军徐晃带领3万精兵奋力向外突围，曹操则带着中军7万大军慢慢向冯骥部推进。于禁带领5万兵马为大军断后，已见己方援兵已到，兵力占优，急忙下令全面反扑，绝不能放跑曹操。援军顿时扑向曹操后军，而于禁则带着5万步兵拼死抵抗。一时间战场上攻守一形了。面对徐晃率领的3万精兵的亡命攻势，即一时被打得逼乱。他万万想不到，被包围的曹军战力如此之高。此时文丑和张台的轻骑兵也避其锋芒，绕到曹军侧翼进行骚扰，而张辽率领的伪装豹骑则悄悄靠近庞纪中军。此时冯骥正在指挥军队作战，突然身后传来一阵骚乱，原来是张辽率领着绕到曹军侧翼，伪装成你的骑兵队伍，进行来回穿插，率队发难，直冲向他的中军大渡。庞纪大惊失色，急忙调集身边副将阻挡，但张辽及其手下轻骑为了搏命，个个奋勇当先，一路拼杀。与此同时，徐晃率领精兵也突破冯骥前锋大军，冯骥5万兵马节节抵抗后退。此时张辽拼尽全力斩杀援军1员副将，冲破冯骥亲卫，眨眼间冲到纪面前。庞纪见状，心知生死，便在一瞬间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只得拼死一搏。冯骥于是抽出宝剑亲自迎战张辽，然而张辽武艺高强，2招过后便挑飞了冯骥手中宝剑，一枪刺向脊后，庞纪躲闪不及，落于马下。庞纪大军见主将被斩，顿时阵脚大乱。曹操心中大喜，趁机高呼：“冯骥已死，将士们给我冲出去！”曹操看准时机，率军猛攻。庞纪军则因为主将冯骥之死，露出一丝防守破绽。曹操军此时有7万大军，趁势顺利突出重围。不过当于禁准备率领剩余兵马突围时，冯骥军还有1员副将接替指挥，成功堵住缺口。曹操此役除了外围的5万兵马莫动外，带出来的15万大军仅仅突围出来7万，其中战死了5万，并且于禁的3万兵马也被你部队团团包围。你见曹操逃亡，心中一凛，急令颜良、文丑与张台率领所部骑兵继续追击曹操。而此时的曹操在率领7万大军杀出包围后，眺望着身后尸横遍野的战场，心中顿时五味杂陈，一时沉默无语。然而如今不是悲伤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摆开身后援军骑兵追击。曹操看着远方追击的颜良、文丑等援军大将，心中不屑，冷冷一笑：“兵法云，穷寇莫追，既然自己找死，那孤就成全你们。”曹操转身对着曹洪下令：“曹洪，豹骑是孤手下精锐，马匹最好，速度最快，你率领5000豹骑前去拖住你骑兵追兵，你自己琢磨诈败时机，只要你成功引诱援军，将其骗到此处，便完成任务。此地自有孤的伏兵。”曹操接着眼神又看向夏侯惇：“袁让，孤把全军弓弩手与众步兵尽皆交于你，由你来射杀你骑兵部队。”夏侯惇等将顿时面露喜色，一扫先前战败阴霾，主公定不命。曹操布置完毕后，曹洪率领5000豹骑调转方向，迅速朝着颜良杀去，而夏侯惇则带领全军弓弩手就地埋伏。然后夏侯又令众步兵列阵于前，保护攻守。曹操此时则带领大军继续向着夏侯渊驻扎之地前去会合。片刻后，文丑的1万轻骑，颜良率领的2000重骑与张台统领3000白马一从，已经和曹洪率领的虎豹骑兵站在一起。张宏自知不是颜良等人对手，于是避其锋芒，在自家亲卫的保护下专杀援军小兵。颜良
良等三将对视一眼，发现曹洪滑步溜秋，不和他们正面交锋，心中大怒，一边辱骂曹洪，一边加入杀小兵的行动。曹洪则令麾下亲兵和他一起嘲笑颜良，故意激怒颜良。曹洪勾引多时，感觉火候已到，便迅速下令虎豹骑脱离战场，只是其中有百骑陷入包围。曹洪看了一眼，心中无奈，只得抛弃。张台平生则素来谨慎，看着曹洪不带犹豫迅速撤退，顿时心中略有警觉。张台对着颜良、文丑劝道：“颜良兄，文丑兄，兵法云穷寇莫追，而曹操则素来狡诈，我担心前面有埋伏，不如我们先派一小部分兵力追上去看看情况，大部队伺机而动。”颜良闻言，心中顿时有些不满，眉毛微微一皱。曹操如今兵败如山倒，逃命还来不及，怎会有精力设下埋伏？马义兄，你白马义从速度最快，你且放宽心，尽力去追，功劳算你的，若有埋伏算我的，到时我颜良亲自向主公请罪。张合和文丑见状，顿时也不好说什么，毕竟如果追上曹操，也是不世之功。两人咬了咬牙，决定继续全力追击曹，而曹洪余下的百骑却誓死不退。颜良三将见状，只得迅速包围斩杀这些暴骑，然后再奋力直追。不到半炷香，曹洪余光景见看着远远追来的张台等人，会心一笑。曹洪算距离差不多之时，迅速下令虎豹骑向两翼散开，让夏侯惇伏兵发挥。夏侯惇此时在此地中间布置的弓弩大阵开始露出獠牙。夏侯惇冷冷一笑：“颜良小儿，汝等以为吴主公是如此容易就被击败的人吗？乖乖受死吧！”夏侯惇大手一挥，此地瞬间涌出一群手持强弩长弓的曹军士兵大阵，而大阵前面还有重步兵来护卫弓弩手。张台率领的白马义从速度最快，冲得最猛。张合见状，顿时心中大惊，忙令停止追击，却可惜为时已晚。只听夏侯惇高喊一声：“全军放箭！”一时间，箭与弩箭如飞蝗般朝着白马义从射去。白马义从皆是轻甲，难以抵抗。白马义从顿时阵脚大乱，纷纷想要躲避。可惜这是集结了曹操所有的弓弩手，3000白马义从被这一波箭雨射杀的几乎全灭。存活下来的不足百骑，张台这时则有亲兵护卫，勉强逃过一劫。颜良、文丑从后面赶来，见此一幕，面露恐惧，心中大惊，连忙带着张台调转方向，迅速撤兵逃离。这时曹洪对着夏侯惇说道：“诸位，我假意带领暴骑去追杀颜良他们，吓他们，为你们争取撤退时间。原让你迅速撤离，待他们反应过来，用重骑兵凿阵，轻骑兵跟在重骑后面骚扰，那时那就不妙了。”夏侯惇闻言点头称是，抱拳道：“那就辛苦曹洪将军了。”夏侯惇于是趁此机会率军迅速撤离，曹洪则带领暴骑一路大张旗鼓远远追去。在曹洪追去10余里左右后，颜良顿时明白过来，喝令大军停住。颜良拿拳捶向自己脑袋道：“文丑、张合，我们中计了。曹操这是虚张声势，追而不击，我们赶快追回去，说不定还能赶上。”张台沉思片刻，缓缓开口：“颜良将军所言有理，曹洪那厮追而不击，只是远远跟着我们，只是可惜了我那3000白马义从。”文丑这时拍拍张台肩膀：“张合兄弟，追上曹操斩首他还是大功一件，追击吧！”三人对视一眼，迅速喝令全军调转方向，杀向曹洪。曹洪见援军调转方向，心知颜良等人已经明白过来，他便迅速带领暴骑撤退。而此时的乌巢战场内，被援军团团包围的于禁也并未坐以待毙，他率部奋力抵抗，还在拼死挣扎。你看着于禁，心中惜才想要招降，于是喝令全军停止进攻，与于禁部队保持距离。你望着于禁高声劝道：“于禁，你可愿投降？孤自古良禽择木而栖，曹操如今已经大势已去，只余你孤军奋战。你若投降，不但你性命可以保全，这些士兵也能活命。”于禁这手下的3万精兵，此时已经3去其2，这剩下的1万人，一听还有生的希望，顿时眼巴巴地看向于禁，希望于禁投降。于禁只见1万曹军齐齐看着他，低声下气：“于禁将军，你就投降吧，曹丞相已经抛弃我们，把兄弟们当成弃子了。”于禁向来爱兵如子，心中暗叹：丞相这一败恐难再起，我于禁已经尽力为丞相断后，也该为我和这些兄弟们考虑考虑。于禁在沉默片刻后，丢下兵器，单膝跪地。魏将于禁愿意投降援攻，这1万曹军士兵眼见将军投降，也纷纷丢下武器跪地投降。我们愿投降则攻。你哈哈大笑：“你们起来吧，淳于琼，你带人收编这些降兵，记住要好生对待。于禁，你放心吧，孤向来不会亏待自己人。”你又看着众将下令，乌巢大本营只留淳于琼2万人马和这些降兵，其余人继续和孤追杀曹操。袁忠义，你把许褚押进囚车，跟随孤一起去往官渡，许孤还有用。曹操此时正撤往夏侯渊驻扎地点，突然前面派出去的探马回报，说是发现夏侯渊的部队就在不远之处，正和袁绍大军交战。曹操闻言心中大喜，他还以为夏侯渊被全歼，没想到夏侯渊还活着。于是曹操下令加速行军会合。片刻后，两军会合，曹操与夏侯渊合兵一处，共计10万大军，而这里正围攻夏侯渊的田丰所部大军，顿时压力倍增，难以围攻。曹操和夏侯渊合兵一处，迅速集结整合双方兵力。片刻后，夏侯渊部有曹操这支生力军加入，顿时轻松不少。夏侯渊则从前军脱身，迅速去见曹操。曹操见到夏侯渊，心中激动，拍拍夏侯渊肩膀，沉声道：“妙才，好兄弟，你还活着就好。”乌巢之战，孤看着援军逢季布突然从孤身后杀出，断孤后路，那时孤还以为你已身遭不测。夏侯渊闻言满脸惭愧，双眼通红，沉声道：“主公，是妙才无能，辜负了主公信任，没有挡住袁绍援兵，让援军钻了空子杀进乌巢，坏了主公大事。”曹操闻言哈哈一笑：“妙才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此战是孤失算了怨不得别人。”曹操言罢，目光看向田丰所
所在之处，冷哼一声，然后大手一挥，将士们听我号令，全军出击！一时间，战鼓雷鸣，喊杀声震天动地，曹军士兵们如潮水般疯狂涌向田丰的军阵。夏侯渊则带领亲兵风驰电掣般冲锋在前，是要一雪前耻。夏侯渊纵马扬鞭，速度极快，其勇猛之势不禁令人胆寒。夏侯渊身先士卒，挥舞着手中的虎头大刀，所到之处，援军纷纷倒下。不愧是虎步关右，勇猛无前，所向披靡。张辽则率领骑兵绕向田丰，侧翼偷袭。田丰面对着集合后兵力剧增、来势汹汹的曹操大军，心中却没有畏惧退缩之意。他心中镇定，知道坚持下去便能扭转局面。田丰冷静指挥着自己下的大军，布置层层防线，节节抵挡曹军的猛烈攻击。然而亡命之徒的攻势实在太过骇人，田丰的军队渐渐陷入被动下风局面。但田丰依然继续顶住压力，死不撤退，不断鼓舞着大军士气，指挥将士们奋勇抵抗，等候乌巢你的大军来援。片刻后，夏侯惇带领弓弩手，曹洪率领虎豹骑回归曹操大军，张辽也从侧翼归来。夏侯惇抱拳大笑：“丞相不出你所料，夏侯惇用主公之计谋，你手下那3000白马一从已尽皆被惇全歼。”曹操眼神中充满自信与霸气：“诸军今日一败不过是小败，昔日吕布趁我们不备，占据我们兖州大本营，不一样被我们杀退。如今我军还占据冲州、徐州和司令，还有后备。袁绍小儿妄图以这点小手段赢我，简直痴心妄想。将士们生路就在眼前，随步冲锋杀出去，撤回到官渡。”曹操说完，转头吩咐夏侯惇：“原让你率部佯攻左翼，吸引田丰兵力。”接着曹操又对张辽嘱咐一声：“文远，你领人悄悄绕至敌后，袭其中军，分散田丰兵力。”众将于是得令而去，执行曹操战术。曹操更是亲自冲入敌阵。夏侯惇看见此一幕，更是热血沸腾，率领所部兵马也奋力拼杀。曹军顿时士气大振，迎着田丰大军而上，两军相交，杀声一片，顿时血光四溅。再加上曹洪虎豹骑冲锋凿阵，和夏侯惇这支生力军投入战场，田丰所部已不堪重负。此时田丰军中不少士兵已有慌乱之色，但田丰强撑着大喊：“吾等坚守此地，待主公援军一到，便是曹军覆灭之时。”此刻张辽看准时机，亲自率军高呼着冲向田丰中军，欲打乱田丰大军阵型。田丰看到张辽杀来，精神一振，心中大惊，赶忙调兵回防护卫中军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，天空上突然乌云密布，一道闪电划过天际，紧接着狂风大作，大风向着田丰所部大军刮去。战场上众人皆受影响，马匹受惊嘶鸣。不过田丰大军位于逆风处，援军们受影响更大，几乎难以睁开眼睛。士兵们一阵骚乱，曹操心中一喜，大笑一声：“天助我也！老天助曹不助援。”曹军趁着田丰大军士兵慌乱，发起更猛烈的攻击，一鼓作气便冲破了田丰的防线。然后曹操顺利向着官渡方向迅速撤兵。片刻后，颜良等人率领骑兵姗姗来迟。原来之前夏侯惇一次埋伏就灭了张合的3000白马一从，三人对于曹操的奸诈顿时惊惧不已，不敢轻易出兵。纵使识破曹洪率领的豹骑是假意追击，他们三人害怕在中埋伏，不敢再贸然出战，只在曹洪身后远远追击。不到半炷香时间后，已亲自率领大军也从乌巢赶到此处战场。张合自知自己作为白马一从主帅，白马一从全军覆没，自己要负主责。他上前一步抱拳痛哭：“主公张合作战不利，中了曹操计谋，白马一从如今已不足100骑，还请主公责罚。”这时颜良面脸愧疚，心中知道这是张合为了不牵连自己，特意抢先一步钟请责罚。可是他颜良岂是这种说到不做到的人？颜良也立马开口解释：“主公是颜良的责任，是颜良让张合将军全力追击的，有错也是颜良的错。你看着眼前不足100骑的白马一从，又看着满脸惭愧的颜良和忐忑不安的张合，虽然白马一从战死确实可惜，但你袁绍岂会连累大将？何况追杀曹操才是正事。”你沉默片刻后缓缓开口：“颜良，张合有错也是孤的错，是孤让你们追击的。不过曹操用了计谋害死了白马一从与冯敬，将士们，我们要不要报仇雪恨？将士们，随我追杀曹操，为兄弟们报仇！”颜良和张台闻言，顿时心中松了口气，神色激昂，大喊一声：“追杀曹操，为兄弟们报仇！”这时三军将士也大喊：“追杀曹操！”援军顿时士气大增。你看着眼前一幕十分满意，当即号令三军继续追击曹操。与此同时，曹操带领大军已至官渡外围。此时沮授正带着17万大军猛攻官渡。官渡本来就易守难攻，固若金汤，再加上此次防守的大将是曹仁，所以官渡还未丢失。曹操则下令大军歇息片刻后，再令大军前进，杀回官渡老巢。此时距官渡100米外，曹操面色凝重地看着官渡战场。此时官渡战场已被沮授堵得水泄不通。曹操微微眯起双眸，沉思片刻后，猛地大手一挥，下达一道军令：“传我将令，命曹纯率领所部虎骑凿阵，为大军开路，即刻出击。”随着曹操一声令下，军中顿时响起一阵激昂的号角声和战鼓声，为曹纯虎骑壮行。而远处的曹纯早已休整待发，他身跨战马，手持一柄长枪，虽经数战，却威风不减。接到军令后的曹纯毫不迟疑，立即挥动手中长枪，大声高呼：“虎骑将士们听令，随我冲锋陷阵，为兄弟们开路，杀援军一个片甲不留！”曹纯一马当先，率领着麾下那支1000精锐虎骑，向着沮授大军后方凿阵而去。沮授此时正处于中军大营指挥攻城作战，忽听斥候来报：“沮授大人，不好了！曹军1000虎豹骑出现在我军后方。”沮授闻言脸色一变，微微皱眉，心中大惊。曹操虎豹骑一般由曹氏宗亲指挥，不过此地就1000虎豹骑出战，看来主公在乌巢布置的30万大军没全歼曹操，让曹操跑了出来。沮授迅速冷静下来，不再担忧你，莫慌，听我号令，速调5000弓弩手埋伏于大军后方列阵，准备迎敌；调15000盾牌兵迅速回身防御。事后得令后，匆匆下去传令行动。而曹纯率领虎骑正在援
军中大杀四方。虎骑重骑经过铺垫加速，速度丝毫不慢，冲击力十足，如同一股黑色洪流席卷而来。重骑唯有重步兵能勉强对抗。当虎骑进入援军弓弩手射程中，援军弓弩手纷纷放箭，刹那间与遮天蔽日。然而虎骑尽皆身负重铠，寻常弓弩难以破甲。况且虎骑个个训练有素，战术高超，虎骑将士们不惧箭矢，继续加速冲锋，转眼间便冲到援军盾牌兵近前。曹纯长枪一挥，率先杀入敌阵，虎骑将士紧随其后。一时间，援军后方喊杀声震天，震得官渡守军曹仁也听到喊声。虎骑所到之处，援军盾牌兵血肉横飞，但援军毕竟人多势众，5000盾牌兵很快围拢过来，双方陷入混战，而剩余的1万盾牌兵还在列阵保持阵型。曹操在阵前看到这一幕，知道援军已有防备，嘴角还是勾起一抹冷笑，继续下令：曹洪，你带6000豹骑继续冲阵。曹洪接到军令后大喝一声：豹骑兄弟们，随我冲锋！灭了这些敌人！4000豹骑跟在曹洪身后，如同一股洪流向着沮授大军后方杀去。累兽见曹军豹骑压上，心中暗叫不好，曹操这是以骑兵分割我的兵力啊！原以为就1000虎豹骑，没想到曹操骑兵战力仅微损。如果不分兵，曹操骑兵在后方捣乱；若是分兵，则曹操和曹仁内外夹击，那就大事不妙了。沮授平生素来谨慎，远远瞥见曹操所部大约10万人组，念及此处，他便决意撤兵，避免被曹操内外夹击。毕竟主公袁绍不知何时能到，如今优势过大，无需冒险。于是沮授派出去斥候，通知大军缓缓收缩阵型。曹操看见援军在缓缓变阵，知道时机已到，大喝一声：全军突击！曹军士兵这时以为援军是被曹纯与曹洪虎豹骑的冲击下撕开了防线，心中皆以为此处的援军战力不行，不是精锐。曹军士气顿时大振，如潮水般涌向你军阵口，向着官渡城中杀去。与此同时，官渡守军曹仁见大半曹军已杀过来，连忙打开城门迎接曹操入城。曹操进入官渡城中后，顿时长出一口气，对着曹仁道：子孝此役多亏你誓死守城，保留孤大军退路，否则孤今日上天入地，插翅难逃了。曹仁闻言十分镇定，缓缓开口：主公曹仁幸不辱命，只是看来许攸这厮定是诈降。曹操闻言心中十分痛恨许攸，没想到玩了一辈子阴，到头来自己却被阴啄瞎了眼睛。乌巢此战是他失算了，错信了许攸损兵折将，手下青州兵和虎卫军更是全军没。一想到虎卫军，曹操更是想到了许这个手下爱将，还有乐进这个先登猛将。曹操亲眼看着乐进阵亡，也就没有多少念想了，毕竟事情已成定局。至于许只是落马，曹操心中略有期待，许希望袁绍不动手杀你，孤这样还有机会救你。若你阵亡，孤会好好待你后人。枭雄向来知错改错不认错，这个哑巴亏曹操只能咽下。至于许攸，那就偿命吧。念及此处，曹操面连铁青，咬牙切齿：子孝，你这就下去把许攸带来，我要拿他人头祭奠阵亡的将士们。曹仁领命下去捉拿许攸。片刻后，曹仁便押解许攸到官渡门楼上去见曹操。许攸自从被曹仁亲自押解他之后，就心知不妙，心中暗叹：袁公啊，希望你能好好对待许攸亲族。至于许攸这条命，就当报答主公大恩。曹操看着许攸，心中也平静了许多，缓缓开口道：子远啊，演技可以，孤被你骗过去，相识一场，你还有什么遗言？许攸闻言，身体放松，洒脱一笑：曹操自古以来成王败寇，我许攸认了不后悔。曹操沉默片刻，缓缓开口：刀斧手准备，拿下许攸，继阵亡的将士们。就在刀斧手准备动手的千钧一发之际，只听一声大喊：曹操且慢，刀下留人，我拿你爱将许和你换许攸。曹操定睛一看，出口之人正是那袁绍。只见你令手下拖出一辆囚车，曹操眼神一扫，囚车里的人正是许褚，满脸通红，声嘶力竭大喊：丞相莫听那袁绍的话，砍下许攸狗头，为兄弟们报仇。许褚来世还给丞相效力。许攸则满脸惊喜看着你，心中十分高兴，自己要保住小命了。这时曹军众将都纷纷请求曹操换人。曹操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旋即又恢复镇定，冷冷威胁：原本初还有我麾下士兵，你也得给我送过来。你大笑起来：孟得一命换一命，今日本初愿以许一人性命换许攸一命，你若不应许，当下便死。曹操目光紧紧锁住囚车内憔悴的许和目光坚定的你，心中只得放弃多换人的算盘。片刻后，曹操仰天大笑：本初今日看在许份上，暂且留许攸狗命。你示意手下解开许束缚，推向曹操阵营。与此同时，曹操则命人打开城门放了许攸。双方顺利交换完毕，许攸走向你深深一拜：主公之恩，许攸万死难忘。你扶起许做孝道，子远没你诈降，此计难成。你是功臣，无需多言。曹操，今日之事暂告一段落，但你我之间还没结束。而后你看向曹操，曹操冷笑一声：袁绍随时奉陪，仲康平安归来就好。你见今日计划成功，大半遂带兵离去。曹操望着你远去背影，转身对许笑道：许闻言感动不已，单膝跪地：主公救命大恩，许必以死相报。曹操笑着点点头，率大军回城休整。你率大军回归大营之后，遂召集麾下众将召开会议。你坐在主位之上，环视众人后，开口笑道：今日之战虽未得全胜捉拿曹操，但亦使得曹操伤筋动骨，诸位功不可没。帐下监军沮授站出来拱手抱拳：主公，公予以为此役多亏主公计划周密，还有许攸诈降曹操，才赚得曹操出官渡。众将也纷纷拱手附和。监军说的是，多亏主公英明和许攸军师诈降。沮授接着又缓缓开口：主公，乌巢此役据各营汇报，损失统计，我军60万大军战死10万，斩获俘虏曹军17万大军。只不过我军庞纪高览交处与张南战死，白马义从部队全军覆没，着实可惜。你闻言沉默片刻，缓缓沉声道：冯骥等人后人要好好对待，战死士兵家属也要厚待，没有他们哪来如今我们大胜？你说完，眼神变得锐利起来。曹操经此一败，短期难以恢复元气。公允，你是监军，说说接下来我
我军怎么办？沮授首辅胡须沉思片刻，主公当下应分兵两路乘胜追击，直捣许昌。一旁的许攸请求出战，主公，曹操新败其粮草已尽，军队士气低落，此时不分兵更待何时？许攸愿领义军破许昌。颜良闻言心中一动，顿时上前一步，主公，攻打许昌，我颜良愿为先锋大将。你听了沮授、许攸的话，微微点头，下定决心分兵。然后你扫视众人，思考让谁担任分兵攻打许昌的主帅位置。对于主帅位置，非亲信不可担任。就比如曹操的虎豹骑统领，皆为曹氏宗亲。此次分兵攻打许昌，你思考片刻，还是决定把这个位置交于二子袁熙。一来袁熙性格较为温和，能力平庸且野心较小，在形势上缺乏果断和魄力，所以袁熙会被黄袍加身的概率很小。二来袁熙毕竟是自己儿子，你还是比较放心的。毕竟如果真分兵破了许，领兵大将劫持了天子，那么他会不会有异心，你也不敢保证。对于随行的谋士和先锋大将，你心里也有了人选。监军类寿为人忠诚，并且行事谨慎，谋略过人。先锋大将那便是文丑了。文丑武艺高强，并且行事没有颜良鲁莽。你眼神扫过许攸与颜良后，拒绝二人。子远、颜良这里官渡还是一个硬骨头，孤还需要你们两个打硬仗。对于此次领兵人选，孤儿子袁熙为主帅，统领20万大军，类寿为监军，文丑为先锋大将。你们意下如何？觉得是否妥当？众人面面相觑，没想到主动请战的没去，反而让没主动请战的攻打许攸见状，眼珠一转，进言：主公英明，袁熙公子性情平和，监军类寿为人谨慎，文丑将军也是沉稳之人，此行应对曹操不会有大差错，主公安排妥当。这时袁熙三人迈出一步站出来，心中十分激动，定不负主公期望，是要灭了许都。你哈哈一笑，那就依计行事。今日经历大战，大军需先休整1日，明日孤率领众将在此攻打官渡，你们率领大军进攻许昌，诸位这就下去歇息准备吧。于是众将纷纷告退。第二日，文丑率领一路兵马作为先锋先行探路，袁熙则亲率大军随后进发，向着许昌浩浩荡荡的进军而去。当夜曹操官渡大营，曹操眼神扫视着垂头丧气的众将，然后突然放声大笑，众将一时之间皆疑惑不已，摸不清头脑。曹仁见状缓缓开口发问：今夜我军如此大败，丞相为何大笑？曹操则鼓舞众人：诸位今日不过一小败，何必如此？况且今日连斩袁绍4将，袁绍谋士庞纪河北4亭驻高览，袁军将领蒋齐交处与张南，也不是大败。虽然我军虽损失不少兵马，青州兵与虎卫军全军覆没，不过袁绍白马一从也被孤全歼，如今许赭又平安归来，只是可惜了乐文谦，死于乱军之中。众将闻言精神顿时一振，不似之前士气低沉。曹操扫视众将后，发觉少了1人，当即发问：今夜召开会议，怎不见虚晃？众将扫视一圈，发现还真少了虚晃。这时张辽上前一步禀报：丞相文远在突围斩冯纪时，瞥了一眼，发现那时虚晃将军已被冯纪副将打落马下，想必那时虚晃将军便不见踪影了。曹操闻言顿时沉默片刻，这一路突围他确实没太注意，如今他只能希望虚晃能安全回来。谋士郭嘉则突然看向曹操，语气急切：主公，当下有一10万火急之事，若不速度去办，我军恐有灭顶之灾。曹操闻言瞳孔一震，眉头一皱，奉孝，不知何事如此紧急。郭嘉神色严峻：主公可还记得许攸诈降之计？如今袁绍乌巢大胜，想必那袁绍更会听从许攸计谋。许攸当初截获我军信件，得知我军粮草情况，此时想必定会建议那袁绍分兵攻打许昌。许昌如今兵力空虚，若被其攻破，主公根基动摇，当务之急须速派一支精锐部队回援许昌，阻击许攸。奉孝所言极是，如今粮草之事反而暂时无碍。曹操沉思片刻，缓缓点头。曹操接着又看向郭嘉问道：奉孝，既如此，那官渡这边如何应对？郭嘉缓缓道：主公，官渡宛如一道天险，固若金汤，可令一上将驻守在此，和袁绍继续消耗。主公当领大军亲自坐镇许都，袁绍兴盛必然骄纵，主公可设下埋伏，诱其深入，再一举破之，那就依奉孝之计行事。曹操闻言心中大喜，接着曹操他环顾众将，缓缓问道：诸位，谁愿领命镇守官渡？曹仁这时挺身而出：丞相子孝愿意。曹操起身拍了拍曹仁肩膀：子孝，官渡就交给你了，不过孤只能给你2万兵马，你务必守住。曹仁目光坚毅，朗声笑道：主公，我只需要虎骑留下即可。曹操听此一言，眼睛一亮，大笑起来：就依子孝所言，曹纯还有虎骑，孤都给你留下。于是曹操开始调兵遣将安排下去，最终只留下曹仁和曹纯此将坐镇官渡。待明日后，曹操自己则亲自率领大军镇守许昌，给予来犯袁军致命一击。第2日，曹营事后来报曹操：主公，袁军有部分兵马向许昌方向进兵。曹操闻言，对着身旁曹仁沉声道：子孝，官渡就托付给你了，务必守住他。主公放心，人在城在，人亡城亡。于是曹操点起兵马，集结众将，迅速回防许昌，只留曹仁、曹纯以及2万兵马和1000虎骑坐镇官渡抵抗。另一方面，你在分兵20万之后，下达命令让厨师进行犒劳3军，并且还特地准备了美酒佳酿来壮士气。待麾下大军饱餐一顿后，你亲自率领这支30万的虎狼之师，向着官渡方向滚滚而来。曹仁屹立在官渡城墙之上，目光凝重地眺望着远方那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援军。他紧紧皱起眉头，心中清楚，此刻官渡城中的兵力与敌方相比存在巨大差距，但昨日他便守住了官渡，况且今日还有曹纯的虎骑坐
坐镇，再加上曹操分兵离开后，粮草已经充足，曹仁脸上保持着镇定自若的神态，颇有大将风范。他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手下的将士们积极备战，严阵以待迎接援军拼命攻击。与此同时，曹纯正带领着精锐的虎骑部队在城内严阵以待，只等一声令下，便会毫不犹豫地冲向战场，来压制援军攻城部队。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援军愈发逼近官渡城，紧张的气氛随之愈发浓烈。终于只听见那援军阵营号角声骤然吹响，刹那间援军弓弩手万箭齐发，密密麻麻的箭矢如同蝗虫过境一般，朝着城墙飞射而来，进行火力压制。曹军的将士们则纷纷举起盾牌，奋力抵挡这波箭雨。待箭雨过后，援军步兵开始攻城。只见那援军阵营之中，一架架的云梯开始缓缓出来。与此同时，援军投石车也狠狠地砸向城墙上的守军。一时间，战场上喊杀声响彻大地，云梯也逐渐靠近城墙。投石车抛出的巨石更是给守城一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曹仁见状，大声喊道：“霹雳车，三速射，目标袁绍云梯，给我发射！”曹军的霹雳车迅速砸向正在攀爬云梯的援军，一时间惨叫连连，死伤不少。不少援军被巨石砸落云梯，但是援军人数众多，士兵们继续前仆后继地冲向城墙。见此情形，曹仁果断下令反击。刹那间，无数沉重的滚木和巨大的泪石如疾风骤雨般狠狠地砸向下方的援军。曹军守军只听见一阵阵惨叫声响起，不过他们不用看便知道援军伤亡惨重。然而援军数量上仍占据绝对优势，仍旧源源不断地发起冲锋，看起来援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双方顿时陷入焦灼状态，难分胜负。曹仁当机立断，下令指挥曹纯命虎骑出击，冲锋一波，挫援军锐气。曹纯早已准备待发，大喝一声：“虎骑，随我出击！”城门内的曹军打开城门，放出虎骑，精锐的虎骑部队如同猛虎下山，从城内杀出，直扑援军攻城部队。攻城部队怎么能抵抗蓄力已久的重骑？于是虎骑所到之处，援军纷纷溃败。就在这时，你在后方看到这一幕，脸色顿时阴沉下来。他缓缓下令全军撤兵。曹仁见状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曹军士兵尽皆欢呼：“胜利了！袁绍不过如此！”接下来一连7日皆是如此。霹雳车打击攻城设备，虎骑寻找战机出城偷袭，再加上官渡防御设施完善坚固，粮草充足，官渡在曹仁的带领下，局势总算暂时稳定下来。第7日当夜，你召集麾下商议对策。你扫视众将，摸了摸头脑，缓缓开口：“诸位，可有计谋破这官渡？”众人皆沉默不语。官渡实在是太坚固了，易守难攻，除非有内应接应。降将于禁已经投降数日，一直没有建立功劳。这数日他见你一直久攻不下官渡，心中暗道属于自己的机会来了。于是他顿时缓缓站出来，沉声道：“主公，于禁有一计谋。官渡大营后方有一小径，鲜为人知。若派一支骑兵从小径突袭，必能打乱曹军部署，破官渡。”你顿时眼神一亮，起身走到于禁身旁，拉住于禁问道：“文泽，此言当真？”于禁神情坚定道：“于禁愿立军令状，请袁公给于禁一个机会。”于禁在官渡领兵已久，对官渡地形了如指掌。这几日于禁又暗自令人查看，发现小路并无设防。这时田丰站出来道：“主公，万万不可！于禁新将，万一他带兵投奔曹操怎么办？我举荐上将张合率兵偷袭。”你听了田丰之言后陷入沉思，于禁心中怒骂田丰坏他好事，于是他扑通一声跪下，急切道：“袁公，我对您忠心可见，若有2星天打雷劈，此计若成，官渡可破；若败，我愿以命抵罪。”你看着于禁，心中权衡一番，该不该信任于禁？于禁如此信誓旦旦，若是不信，日后怕是难以收心；若是信了，中计该怎么办？你沉默片刻，决定冒险一试。于是你扶起于禁道：“文泽，孤便信你一回，拨你全部大计事，从小径突袭，若成功，孤重重有赏。”于禁闻言，心中顿时大喜。谁料你忽然话锋一转道：“文泽啊，孤在令张合率领3000重骑居中侧应你，若是攻城，头功还算你的，你看怎么样？”于禁心中明白，张合这是监视自己，不过你能让他当主力，于禁已经很知足了。于禁当即回道：“多谢主公信任，有张合将军一起，此行必成。”张合也回道：“主公，张合定和于禁将军攻破官渡，不负主公期望。”田丰见状也很满意，不再多言。于是于禁和张合领命而去。于禁带着4000大骑士，张合带领3000重骑兵，趁着夜色悄然出发，沿着小径急速行军。路途中，于禁他心中暗喜，想着自己终于能立下大功，在你帐下站稳脚跟。于禁、张合率领大军沿着一条崎岖的小路向官渡的后方进发。这一路上虽然道路崎岖难行，荆棘丛生，但这些士兵都是军中精锐，将士们都咬紧牙关，默默前行，两炷相后。此时于禁大军距离官渡大营大约500步外。于禁喝令全军止步，旋即转身回头，沉声对大军嘱咐：“诸位，虽说我是降将，但此次袁公委我以重任，此次偷袭事关重大，是取不留后路，破釜沉舟之意。此战有进无退，有死无生，荡平官渡，只在一役。”众人面面相觑，大戟士和众骑兵皆为张合麾下。一时之间，众士兵皆看向张合反应。张合闻言默默点头示意，缓缓开口：“于禁将军此次为主将，张合愿听将军调遣。”说罢，张合抱拳向于禁行了一礼。于禁见张合表态，心中稍安，随即十分严肃：“大军作战，军纪要严，若不听本将号令，定斩不饶。此次我军深入敌后，敌众我寡，稍有不慎，便会全军覆没。但只要我等齐心协力，出其不意，定能克敌制胜。”众将士见状，纷纷齐声回应：“愿随将军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”于禁见目的达成，转身对着身旁张合郑重道：“张合兄，待会我率领大戟士先行出战，张将军你绕道侧翼焚烧曹仁粮草。若曹纯带领虎骑出战，劳烦张合兄你务必及时率领众骑兵为我挡住虎骑。”张合见状，抱拳缓缓开口：“于禁将军尽管放心，我自会挡住虎骑。”子夜时分，于禁已经率众伏在芦苇荡里，隐蔽大军。此
此时已是1年之中的10月份，芦苇荡已经枯萎没有水，适合隐藏。4000大戟士屏息凝神，铁戟锋刃都用黑布缠裹，就等待于禁一声令下发起攻击。芦苇荡对岸曹军的火把在100步外明灭不定，期间隐约传来巡夜士卒的梆子声。这时有于禁亲兵上去压低声音汇报：将军，张合部已绕到侧翼等待作战。于禁闻言大喜，猛地起身下令举火，将士们随我冲锋杀敌。只见霎时间3支硫磺火箭划破夜空，曹营瞬间火光冲天，大戟士们则开始冲锋，他们如同一股黑色洪流般冲向曹人官渡大营。此时曹军哨塔守卫刚想起示警锣，便被援军士兵连弩射成刺猬。大戟士们同时齐吼：曹人小儿拿命来，河北儿郎来破曹贼了！援军士兵声音震慑四野，刻意引诱曹军发起骚乱。与此同时，张合下令马延、张凯率领1000重骑兵冲锋直扑曹军粮仓，他则率领剩余2000重骑兵伺机而动，随时支援。官渡的守军突然遭到背后袭击，顿时乱作一团，曹军士兵们纷纷拿起武器，仓促应战，试图抵抗大戟士，但为时已晚。于禁率领着大戟士们如猛虎下山般冲入官渡营地，与曹人士兵展开了激烈的厮杀，喊杀声震耳欲聋。于禁挥舞着手中的大刀，左冲右突，无人能挡。你麾下的大戟士也个个奋勇杀敌，毫不畏惧。在这一猛烈突然袭击下，官渡的守军渐渐抵挡不住，纷纷向后败退。曹军阵脚大乱，曹人听到喊杀声，迅速起床穿甲，赶到战场。他望着远处看见了于禁的将旗，目眦欲裂，怒骂一声：庶子于禁，安敢叛主！曹人眼神此时却又瞥见西南方位突然腾起冲天火光，原来是援军将领马延、张凯率领的1000重骑从侧翼杀出，重骑兵铁蹄踏碎了粮仓栅栏，正在围剿粮草守军，焚烧粮草。曹人顿时心急如焚，一边组织手中这3000士兵抵抗于禁的大戟士，一边派斥候去通知曹纯，让他速速率领虎骑前来救援。此时于禁看见曹仁脸上大喜，大喊一声：这是官渡守将曹仁，斩他者赏千金。4000大戟士攻势更是愈发猛烈，曹仁的3000守军组织的防线摇摇欲坠。就在曹仁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，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，原来是曹纯带领虎骑赶到。虎骑所到之处，尘土飞扬，气势惊人。曹纯看见于禁，怒喝一声：兄弟们，杀死于禁这个叛徒！虎骑们心中大怒，顿时如同一股钢铁洪流，向着于禁所在位置冲去。于禁见状，心中一惊，他大声高呼：张合将军何在？快来助我！就在这时，张合率领2000重骑兵及时从侧面杀出，迎向了虎骑。两支骑兵部队很快碰撞在一起，喊杀声、马嘶声交织在一起，好不热闹。张合挥舞长枪，与曹纯站在一起，两人刀来枪去，一时间难解难分。而战场上曹军剩余的17000兵马，除了5000兵马依旧守城，其余3000兵马前去救援粮仓，9000兵马加入围攻4000大戟士。大戟士与曹军步兵、重骑兵与虎骑在殊死搏斗，一时间胜负难分，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，在火光照耀下显得格外鲜红。你发现官渡起火，趁势率领主力猛攻官渡，官渡大营陷入3面合围，官渡曹军守军被3面围攻，顿时战意全无，再加上没有大将指挥，不过半炷香时间，看见援军进来，心中大惊，手中大刀不自觉慢了1分。张合则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破绽，一枪将曹纯刺于马下。曹纯周围士兵除了虎骑仍在抵抗，其余士兵见虎骑统领被斩，顿时四散而逃。张合趁机带兵冲向曹仁，支援于禁。不多时，援军顺利占领官渡。你在占据官渡后，缴获了不少物资和霹雳车。曹仁则在突围时候死于乱军之中。你站在官渡城头，望着狼狈逃窜的官渡残兵，仰天大笑。对于这个之前你数月以来都久攻不下的坚城官渡，如今却被降将于禁轻而易举献策攻下，你不由得暗叹一声：真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。再坚固的城防也抵不过从内部突破。官渡外，于禁和张合2人对视一眼，然后继续率领骑兵追杀官渡溃兵。正追杀着，有斥候来报：启禀2位将军，前方有一骑曹将勇猛过人，势不可挡。此人自报名号为徐晃，请将军出马制服他。于禁心中一动，对身旁张合道：张将军，徐晃乃我旧友，武艺高强，若能劝降于他，对我军大有益处。张合知道徐晃大名，也不想冒险作战，于是点头赞同。于禁将军，我也早听闻徐晃大名，如此便有劳你出马了。于禁拍马追去，见到徐晃后，喝令骑兵停止进攻，拱手道：公明兄别来无恙。徐晃勒住马，警惕地看向于禁：文泽，怎么回事？官渡怎么到了你手里？你怎么投降袁绍了？今日来此，你所为何事？于禁长叹一声，诚恳劝降：公明，曹操猜忌多疑，只信任曹氏宗亲，并非明主。如今官渡已破，袁公势大，曹操败局已定，兄台为何不与我一同辅佐袁公，共图大业，定能成就一番功名？徐晃闻言，眉头紧锁，沉思片刻，目光突然变得坚定起来：文泽，曹公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断然不会背叛于他。今日你若劝降，休怪我不念旧情，与你决一死战。说罢，徐晃便欲提斧拨马继续战斗。于禁见状，急忙大喝一声：公明且慢，听我再多说几句。如今曹操损兵折将，四面受敌，即便你忠心耿耿，又能挽回败局？袁公李贤下士广纳贤才，你若来投，必能施展抱负。你若今日命丧于此，你家里妻小如何生存？况且袁公日后若迎回天子，公明兄你就和曹操一样被世人当成乱臣贼子了。乌巢一战，你和我死战已经报曹操恩惠。
会儿，如今何苦为曹操这将亡之人卖命？徐晃勒马停下，面色犹豫，手中缰绳不自觉地紧了紧，心中思考着自家老小日后处境与自己身后名声，又想起乌巢此役，徐晃心中五味杂陈。片刻后，他长叹一声，缓缓放下手中的大斧。文泽，你所言有理，我受曹公大恩，本应不离不弃，但如今局势如此，我已尽力。为了家中妻小与青史名声，我愿降你。于禁大喜，连忙下马，上前拉住徐晃的手。公明兄深明大义，日后你我二人定能在袁公麾下成就大业。随后，于禁带着徐晃去见张合，张合对于徐晃的归降也十分高兴。三人商议一番后，决定一起率领骑兵返回官渡大营，向你复命。片刻后，于禁带着徐晃登上官渡城楼，见到你后，于禁抱拳，托主公鸿福，信不辱命拿下官渡。而且于禁在追击途中意外撞见了徐晃，就劝降了他来见主公。你听闻徐晃归降，面色一喜，微微点头。公明乃当世猛将，今能来投实乃孤之幸也。徐晃微微躬身抱拳拜谢，然后你对着于禁缓缓开口：文泽，不管如何，你和张合二人拿下官渡已是大功一件，孤重重有赏。既如此，那就赏你千金以及假节钺吧。于禁闻言，心中一阵激动，他知道这是你对自己的认可。只见于禁双腿一弯，膝盖重重地落在了地上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。于禁脸上激动，大声说道：主公之恩，于禁无以为报，唯有以死相酬。你笑着扶起于禁，于禁将军不必如此，今后还盼将军继续为孤效力。随后你当即下令在曹操官渡大帐设宴款待麾下众将，以及令厨师犒赏3军。众将缓缓进入那曹操官渡帅帐，在曹操那宽敞的营帐之中，你一眼相中营帐正中央曹操的那张虎皮座椅，那虎皮座椅上的斑斓纹路在烛火的流转照耀下，宛如赤练游龙。座身则是千年沉香木为骨，里面是张虎皮，虎皮下衬着软垫。你迈着沉稳的步伐，缓缓走到座椅前，随后你微微侧身，顺势坐了下去。你靠在椅背上，一只手搭在扶手边缘，另一只手轻轻摩挲着座椅上的虎皮纹路，缓缓笑着对着众人：诸位，这曹操的虎皮桌椅真是柔软，不由得让孤更想坐曹操许昌的丞相座椅。你话音刚落，大将颜良站了出来，笑呵呵拱手：主公，如今好不容易破了官渡，大获全胜，主公不妨休整几日，过几日颜良愿为主公攻破许昌，拿下曹操。营帐下的许攸见状，不由得心中暗笑，颜良这莽夫真是听不懂主公意思。于是许攸上前一步：主公，如今官渡虽破，但曹操未灭不可大矣。依我之见，应该继续乘胜追击，直捣许昌，擒获曹操，如此方能成就大业。这时张合则突然站出来：许攸军师所言虽然有理，但我军长途奔袭，征战已久，士卒疲惫，需要休养。且曹操数日前已回归许昌，许昌城如今想必易守难攻，贸然进攻恐有风险。我军现如今有袁熙公子大军牵制曹操，主公不如先稳固官渡，休养士卒，再行进攻许昌。营帐内众将闻言，纷纷议论起来，大体上分成两派，一派支持许攸立刻进攻，一派支持张合先休养数日再进攻曹操。你坐在虎皮椅上，听着众人议论纷纷，突然开口：诸位，曹操不死，我心不安啊！我军宜当胜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。正如坐这虎椅，如同温柔乡英雄种。且如今曹操虽失官渡，但其主力尚存，当务之急是商议下一步如何破曹。许攸眼珠一转，思考片刻，顿时眼神一亮，缓缓开口：主公，许攸有一计谋，我军可分以下几步行事。其一，官渡是连接河北与中原的核心枢纽，主公需迅速派兵占领荥阳、敖仓等周边据点，切断曹操通过黄河进行运输物资的线路，以来孤立许昌补给。其二，主公可令一上将亲率10万精锐，从陈留南下，经谯县直插汝南郡，阻断曹操南撤道路。待汝南得手后，令其率部北上与大军会合，形成南北夹攻姿态。其三，传令公子袁熙率领大军屯驻许昌东北的鄢陵，令其摆出正面强攻姿态，昼攻夜扰围困曹操。其四，分出部分兵力从东路佯攻兖州诸郡，此举用来吸引曹操兖州援兵。然后主公修书一封，联合徐州、臧坝等地方豪强，煽动其反叛曹操。若徐州失守，曹操将失去东南屏障。其五，主公率主力部队沿颍水南下，直逼许昌，沿途分兵攻占颍川郡，切断许昌与宛城、荆州联系，防止张绣、刘表的援兵。如此一来，曹操便如瓮中之鳖。你听后，心中大喜，抚须大笑：子远之计甚妙，就依你所言。你看着许攸心中越来越欢喜，不枉费他拿许褚把许攸换下来，真是出的好计谋。交换人质此举，不但能救下许攸，还使得你手下众将觉得你这个主公仁义值得他们追随，这笔买卖不亏。血赚。这时你帐下众将纷纷请战，要担任这次军团南下总指挥。毕竟如今曹操已经穷途末路，若单独领兵获得的军功也高。你眼神扫视着众将，心中思索怎么安排。毕竟攻打汝南郡这个差事重中之重，非智勇双全之将不可担任。你思虑片刻，心中觉得张合此人十分合适。当然你还要派亲信和张合同行，而东进兖州只是佯攻，无需大将出马。你脑子里顿时浮现出一人，那便是蒋义渠。此将十分值得信任。历史上你在官渡之战败给曹操军队大溃之时，逃到蒋义渠的营中，曾对此人说过：孤以首领相负矣。可见此人值得信任。念及此处，你面上微微正色，沉声道：诸将听令，待大军休整3日后，令高干率领10万大军从陈留南下，直插汝南郡。田丰为随行军师，张合为先锋大将。若有战事，则令田丰指挥作战，再令蒋义渠率领5万兵马，佯攻兖州诸郡。传令袁谭，令其点上义军，一路上大张旗鼓，从冀州出兵震慑徐州臧坝。孤亲自带领颜良、淳于琼、于禁、徐晃、许攸等将，统领15万大军南下直逼许昌。众将听后纷纷郑重回道：末将得令。你见状笑道：诸位，今天拿下官渡是该大喜一场了。来人，请乐伎舞伎上场表演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侍从们闻听此言，这就下去将乐伎与舞伎领到
到营帐，众将皆欢喜不已。宴席过后，你亲自修书2封，令斥候快马加鞭送给袁熙，另一封令使者送给徐州臧霸。斥候随即领命而去，你这才安下心来，放心去睡觉。3日后，大军依令而动，高干、田丰与张合率领10万大军率先出发，朝着汝南郡浩浩荡荡杀去。蒋义渠也依计行事，带着5万兵马东进兖州、杨公、兖州各郡城，你则亲率15万大军一路南下，意图攻占颍川各地，以此孤立许昌。与此同时，冀州的袁谭也收到消息，点起兵马，准备从青州南下，震慑徐州臧霸。5日后，许昌，曹操丞相府邸，曹操正与荀彧、郭嘉等谋士商议军情，如何对付鄢陵的袁熙所部。官渡败兵曹大与曹操派出的侦察斥候曹二在许昌相遇，兄弟2人相遇后欣喜若狂，2人互通情报后，一同去丞相府汇报曹操，主公大事不好了，官渡丢了，于禁投降袁绍了，曹仁与曹纯将军尽皆殉国。曹操听闻此讯，手中的书信啪地坠落在地，身体晃了晃，仿佛被重锤击中，他眼神瞬间空洞，呆立当场，同时嘴上喃喃自语：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郭嘉见状，连忙扶着曹操。片刻后，曹操缓过劲来，紧接着曹操神情上看不出喜怒，缓缓开口：曹仁无弟，孤会为你报仇。营帐内顿时一片死寂，无人敢言语。曹二见曹操好像恢复过来，又缓缓汇报：主公，袁绍兵分3路，高干率10万军南下汝南，蒋义渠率5万军东进兖州，袁绍亲率15万军攻打颍川，直扑许昌而来。曹操眉头紧锁，心中稍微一琢磨，便大概判断3路大军高干是断南撤道路，蒋义渠是拖延兖州兵马，袁绍则是包围许昌。曹操眼神扫视众人后，缓缓问道：诸位有何良策？荀彧思索片刻，迈出一步：主公，袁绍虽兵分多路，但兖州方向有守军，蒋义渠不敢轻举妄动。高干一路，则是袁绍为了断我军后路，我军若胜，则此路也无多大威胁。袁绍与袁熙这2路，则是杀招。其我军应依托许昌城墙加筑工事，深挖壕沟，广布拒马陷阱。主公您亲率大军在许昌迎战，以待袁绍攻城。其2，调集豫州、兖州存粮至许昌，保障我军长期坚守的粮草供应。军队同时也开展坚壁清野，使袁绍无法就地取粮。其3，传令汝南各地守军，只守不攻，拖延高干大军攻势。郭嘉迈出一步，接着补充：其主公可派人联络徐州臧霸，让其出兵配合我军夹击袁绍。其2，传令宛城张绣，令其率领所部3万精兵和宛城粮草，星夜赶往许昌共抗袁绍。其3，主公当重组虎豹骑，用来执行突袭任务，或者用于截击袁军粮队。曹操点头称善，眼神一冷，郑重开口道：2位军师言之有理，此战即决战，许昌便是孤和袁绍的最终战场。曹操随后调兵遣将，发派斥候前往臧霸、张绣和汝南各地通知将领。曹操则整顿大军，准备在许昌之地与袁绍一决雌雄。半月过后，袁绍方面，袁绍大军在南下途中顺利占据荥阳和颍川各地，切断曹操与外界联系，屯兵许昌外围，等待最终决战。高干率领的10万大军在汝南郡遭遇了曹军的顽强抵抗，汝南守军依荀彧之计坚守城池，高干一时难以攻克汝南全境。随后，高干、张合、田丰3人商量一番，决定由张合率领5万精兵北上会师，高干和田丰则对抗汝南守军，而蒋义渠在东进兖州进行佯攻，和兖州守军相互牵制，使得双方都无法出兵许昌。曹操方面，宛城张绣率领3万精兵携带粮草顺利赶到许昌。曹操征集的豫州和兖州粮草虽被袁熙所部骚扰，也混进来大半。徐州臧霸虽已答应曹操出兵，但也收到袁绍书信。臧霸见袁绍大军破颍川，攻汝南，又有冀州袁谭在青州佯动，臧霸选择按兵不动，两不相帮。最终，袁绍与曹操这2位枭雄即将在许昌这片土地上展开最后的对决，成王败寇在此一战。建安4年11月，已亲率15万大军自官渡南下，沿颍水西岸逐步推进。袁军沿途顺势分兵攻打颍阴、临沂等城，这些城池守军见袁绍势大，或望风而逃，或献城投降，以不费吹灰之力，便荡平了曹操布置的许昌城的外围据点。与此同时，屯兵鄢陵的袁熙所部和北上会师的张合所部闻听喜讯，纷纷向许昌城靠拢。二将率领的大军与你南下的15万大军顺利集结，3路人马共计40万大军，团团包围了许昌城。你率领这40万大军，浩浩荡荡杀至许昌城下。曹操远远望去，只见那袁军旌旗蔽日，兵强马壮，十分慑人。许昌城上的曹军士兵也早已做好心理准备，严阵以待，等待袁军进攻。你勒马阵前，高声喊道：曹孟德，你历经乌巢与官渡2连败，元气大伤，兵力10不存一。今我40万大军在此，你言有胜算，孤相来惜才。你若速献城投降，吾可饶你不死。曹操冷笑一声，喝道：袁绍匹夫，妄自尊大，你以为凭你这乌合之众便能胜孤？兵不在多在精，将不在勇在谋。袁绍，不瞒你说，孤不日便有50大军来援，你死期将至。你若现在向孤投降，孤可表奏天子，放你一条生路。你闻言心中不屑，冷哼一声，令其一挥，袁军顿时如潮水般攻向许昌城。曹操则大手一挥，城上曹军万箭齐发，攻城的袁军顿时死伤无数。接着，袁军霹雳车头、石车与云梯等攻城器械逐渐上场。曹军这方也有准备，雷木石块与火油弩箭等
等守城器械，一一应对。良久下去，你见势不妙，急忙鸣金收兵，暂时撤兵。大军也暂退数里扎营。当夜你的营帐中灯火通明，此时你正站在地图前，手指着许昌城的位置，心中有些焦虑，正思考着如何快速攻破许昌，擒拿曹操。这时你忽听营帐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侍卫袁忠义进入营帐禀报：主公，许攸大人深夜有事求见您。你闻言，心中一阵思索，这许攸能有什么事？莫非许攸又有良计？片刻后，你下令，那就让许攸进来。许攸掀开门帘，满面春风步入营帐，只见许攸胸有成竹，拱手笑道：主公，许攸有一计谋，可灭曹操。兵法有云，唯三缺一。我军接下来再次攻打许昌城，只留下北门不攻，给曹军一点活命希望，以免曹操继续鼓舞士兵与我军死战。你闻言微微皱眉，问向许攸：子远只留北门，曹操若从北门跑，怎么围堵？为何不留南门？南门南下区域，如今皆是高干控制地区，最为妥当。许攸接着解释：主公，留下北门，可让曹操误以为有逃生之路。曹操如今尚不知我军已攻克荥阳等地，待其从北门出逃时，我军在北门设下重重埋伏，给他来个瓮中捉鳖。同时，主公应严令各军队剩余三门加紧攻势，使得曹军无心恋战，只想奔北门逃命。你听后点头示意，让许攸接着说。许攸接着道：主公，你可知宛城张绣已率所部兵马进驻许昌，主公可用离间计离间二人本就因利益走到一起，如今主公势大，张绣难免有些小心思。只是张绣之前斩郭图得罪主公，主公若在阵前饶恕张绣，再许以重礼，又使张绣倒戈，张绣难免不会动心。同时令间谍暗中散布谣言，说曹操欲趁灭亡之前来报杀子之仇，同时再派人秘密与张绣接触。如此一来，两人必互相猜疑，那时我军破城便如同探囊取物。你听后眼睛一亮，觉得此计甚妙，真是太妙了，真是阳谋啊！不怕张绣不中招。你闻言大笑一声，重重拍案：好，子远就依你之计行事，你速速安排人手去办，事成后估定有重赏。许攸领命而去，心中暗自得意，期待着曹操中计兵败被俘，自己成功报官渡之仇。第二天清晨，袁绍大军依计行事，猛攻许昌城东南西三门，对于北门仅派少数部队围而不攻。与此同时，你在一众大将护卫下亲临前线，来到张绣防守区域，你下令停止进攻，袁曹双方暂时停止交火。你眼神带着几分善意，望着城楼上的张绣：张将军，不知你有没有兴趣投入我袁绍麾下？从前之事，你我既往不咎。张绣脸色微变，心中暗自思索你的意图。待张绣沉默片刻后，他高声回应：袁公，昔日之事我心中有数，如今丞相待我不薄，此时弃之不仁不义，你还是请回吧。你又缓缓开口：张将军，如今许昌城破只是迟早之事，你若此时归降，不但性命无忧，荣华富贵也享之不尽。况且曹操与你有杀子之仇，倘若曹操大势已去，难免他不会狗急跳墙，这样你岂会有命活？张绣还未来得及作答，便见曹操突然出现，出言反驳：张绣将军，莫听袁绍蛊惑，你若投降，难保袁绍不会秋后算账。你见状，神情故作惋惜，长叹口气：张将军，我素来仰慕你已久，实在不忍下手，我会再派亲信私下找你商谈。张绣顿时面色沉重，咬了咬牙。城墙上的曹操则眉头紧皱，密切注视着你与张绣二人。袁军战至中午，你退兵休整，不少许昌城的守军看到中午这一幕，纷纷议论起来。守军将领曹三疑惑地问向身旁曹四：兄弟，这袁绍到底想干什么？为什么不打北门呢？曹四猜测道：我看他是想放我们一条生路，不想让我们为丞相卖命吧。同时许昌城中出现一波流言，曹操将亡，欲在临死前报杀子之仇。还有一波流言，袁公大义欲招降张绣，张绣要里应外合，把许昌当成投名状送给袁绍。当夜，许昌曹操府邸，曹操密召郭嘉前来丞相府商讨要事。郭嘉到丞相府后，见到曹操面色十分阴沉，眉毛紧皱，心情不是很好。郭嘉见状，心中一凛，心中有些猜测，上前拱手行礼：丞相可是烦心张绣一事？曹操挥了挥手，示意郭嘉坐下，长叹口气：奉孝，今日袁绍公开招降张绣，孤很是担忧啊。若是张绣反叛，我军则腹背受敌，实难抉择张绣去留。郭嘉闻言，低头沉思片刻，缓缓道：如今之计，丞相唯有在许褚护卫下亲自和张绣面谈，主动示好，加封张绣爵位，以换取其全力支持。曹操听后眉头紧皱，面露杀意：奉孝，若是效仿鸿门宴拿下张绣如何？郭嘉听后脸色一变，急忙起身：丞相不可，如今袁绍势大，若斩杀张绣，张绣麾下将士必生怨恨，背离丞相。况且袁绍今日喊话张绣，用的便是离间计，主公若不亲自会见，张绣定惧怕，不敢贸然出来。曹操听了郭嘉这番话，在屋内踱步片刻，长叹一声：奉孝所言极是，是孤思虑不周。对于袁绍，奉孝可有退敌良策？郭嘉接着开口：主公，自古以来打仗打的便是粮草，如今袁绍故意放开北门，我军可将计就。主公可选出敢死之人率轻骑，绕道突袭袁绍从陈留至许昌的粮队，断其补给，袁军粮草不足，袁绍必退。曹操听后，眉头逐渐舒展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赞道：奉孝接着说下去。郭嘉沉思片刻，继续推进：主公可再选出死士突围，传令关中钟繇，令其率兵前来夹击袁绍。不过钟繇来与不来并不重要，此举用来诱惑袁绍分兵，我军待袁绍分兵后突袭袁绍，挫其锐气。曹操听后哈哈大笑，神情中满是赞赏之色。奉孝此计甚妙，不过对于许昌城墙，孤还需继续加固，囤积粮草，继续坚守，消耗袁军锐气，等待着最终决战。随后曹操和郭嘉接着谋划具体细节，紧接着曹操下出几道命令，令守军连夜加固城墙，并派夏侯惇、夏侯渊、许褚三将分别固守东西南三门，曹洪、张辽率领骑兵于虎豹骑居中策应。至于北门，
曹操考虑半天，决定还是令程昱派少数部队镇守北门，以防不测。另一处，张绣军营大帐也灯火通明。此时的张绣神色焦虑，语气急切，问向贾诩：“军师可有计谋教我？”袁绍这厮用离间计，离间我与曹公，此计太过歹毒，我该如何是好？贾诩沉默片刻，脑子一转，心中顿时有了谋划。死道友不死贫道，面上故作沉重：“将军是想进想退？”张绣闻言，面露喜色，语气急促：“请军师教我，两种有何不同？”贾诩接着道：“曹操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想来不会轻易中计。将军若追随曹操，经此一事，日后还能更上一层楼。只是曹操获胜几率很少，需要将军奋力一搏。”袁绍今日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招降将军，袁家43公为了名声，日后也不会害将军。若降袁绍，将军里应外合，轻易便能取胜保命。只是将军作为降将，反复投降，日后难以被重用，再难更进一步。张绣闻言脸色骤变，内心一凛，咬了咬牙，内心些许挣扎。张绣对于自己性命和日后事业相比较，还是觉得小命要紧。沉默片刻后，长叹口气：“军师，我还是选择袁绍吧。”贾诩神色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，闻言笑道：“如今不急，为时尚早，将军需稳住曹操，等待机会，在关键时刻发力。”张绣闻言脸色稍缓，缓缓点头示意，表示赞同，心中安定不少。当夜，曹操便大赏3军，选出死士，从许昌北门突围出去，一波向着关中钟繇方位奔去，一波直冲陈留袁绍粮道而去。翌日，曹操在许褚等人护卫下，亲自去拜见张绣。张绣听闻曹操带领众将而来，心中一惊，以为形势败露。贾诩则眼神暗示张绣静观其变。张绣会议整理好情绪后，带着亲信胡车儿一起迎接曹操。曹操迎面而来，面带笑意，拉着张绣：“张绣将军，昨日袁绍不顾脸面，在城楼下亲自使用离间计，孤怕将军中计，今日特来见将军，来解开误会。”张绣心中忐忑，表面却强装镇定，连忙陪笑：“丞相如此厚爱，张绣感激不尽，定会誓死报答丞相，怎会轻易中那袁绍的奸计？”曹操听后大笑，拍着张绣肩膀：“将军能如此想，甚好。孤今日已表奏天子，加封将军为宣威侯，官职升为破羌将军。”张绣闻言，心中一惊，真如贾诩军师所言，跟着曹操还没立功，便升官进爵了。张绣面上顿时一喜，连忙双膝跪地，向曹操叩头谢恩。曹操见状，连忙拉起张绣，示意其不用太过客气。随后，曹操又与张绣寒暄几句后，便告辞离去。张绣则望着曹操远去的背影，心中暗自庆幸，好在有贾诩暗示，没有轻而易举妄动，露出破绽。今天算是暂时骗过了曹操。你带领大军看着高耸巍峨的许昌城，顿时心生一计，脸上露出一抹坏笑，下令北门围城部队撤出150步外，不围不攻。同时命人在许昌城外搭建高台，寻找军中擅长音律之人登台演奏徐州、兖州、豫州4吏等地歌谣。不多时，哀婉的歌声在许昌城4周回荡。曹操听闻城外歌声，心中一紧，顿时明白了，你这是效仿韩信四面楚歌之计。许昌城曹军守军听到佳歌，以为兖州、豫州、徐州全部被袁绍攻占，军心顿时开始有些动摇，士气低落。张绣见你用四面楚歌之计，曹军士气低迷，心中犹豫，不知是否这时与你约定里应外合。贾诩在旁劝着：“将军且在观望，如今胜负未分，不可贸然行动。”张绣点头，按兵不动，密切关注着战局发展。曹操则急忙召集众谋士商议对策。郭嘉眉头紧锁，思索片刻道：“主公，袁绍这是效仿韩信四面楚歌之计，瓦解我军士气。主公可令城中乐师演奏激昂战歌，鼓舞士气，同时派人安抚士兵，揭穿袁绍谣言，强调胜利就在眼前，日后必有重赏。”曹操闻言脸色稍缓，奉孝所言不错，不过还不完善。孤不仅要亲自上阵擂鼓助威，还要表奏天子，为将士们加官进爵，让他们知道此战谁是忠臣，谁是反贼。众谋士听后皆称妙。于是曹操依计行事，找寻城中乐师奏起战歌，城中顿时响起了振奋人心的战歌，与你手下的歌声相对抗。与此同时，曹操亲自登上城楼擂鼓，鼓声如雷，歌声伴着鼓声振奋军心。一曲完毕，曹操对着守军大喝一声：“将士们，此战关乎我等生死存亡，孤以表奏天子，谁奋勇杀敌，战后定有重赏，封官进爵。昨夜孤派出突围的骑兵已去徐州和关中地区，令他们出兵。臧霸与钟繇援军不日便到。将士们，袁绍灭亡之日不远了。”将士们听后，原本低落的士气瞬间高涨起来，齐声高呼：“愿为丞相效死！”你见曹操此计化解，也不恼怒，在城下高呼：“曹军将士们，曹操虽为汉相，实为汉贼，不过是一反贼罢了。曹贼若败，你们何来加官进爵？孤不忍生灵涂炭，今日特放开北门，放你们一条生路。若想逃命者，趁早离开，孤绝不动手阻拦。”说罢，你令北门部队全部后撤。曹军士兵见北门大开，顿时傻眼，心中战意也不再高涨，毕竟能活着都不想死。你此时密召颜良前来，颜良到来后问向你：“主公有何吩咐？”你笑道：“颜良，你率领所有骑兵偷偷埋伏，若曹军大部队从北门逃离，你就地追击；若是散兵，放他们一条生路。”颜良顿时嘿嘿一笑：“主公放心，痛打落水狗，我颜良在行。”言罢，颜良便回营召集骑兵开始行动。当夜，曹军守城士兵虽看着许昌城北门，门前一片空旷，不似许昌城其他3门被团团包围，但这些守军目前碍于军纪，暂时无人敢逃跑。今夜过去，你见无人逃跑，心中感觉还是压力没给曹军上够。于是接下来几天，你下令不惜代价猛攻许昌城。随着你一声令下，许昌之战愈发惨烈，曹军士兵伤亡人数不断增加。
下，军心浮动，曹军士兵们逐渐人心惶惶，寻思退路。5日后，终于让你等到了。几个胆子大的曹军，这5个小兵趁着夜色，偷偷摸摸地向北门策划跑路。起初他们几个只是小心翼翼地移动，但是接下来他们几个见无人阻拦，于是便加快了脚步跑路。可惜天不遂人愿。就在这时，和他们几人同族的小队长发现异样，急忙堵住几人。小队长怒目圆睁，拔剑大喝：“谁敢擅逃，格杀勿论！你们几个乖乖给我回去！你我皆为同族兄弟，我不上报此事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”这5个小兵闻听此言，被吓得一跳，心下无奈，只得乖乖回去。一连数天，你看着此计暂时不成，心中一阵郁闷，思虑良久，难以入睡。紧接着你令麾下侍从召来监军举寿来你营帐，商议一番攻城对策。不多时，举寿便来到了你营帐。举寿入门，心中疑惑，拱手问相：“主公，不知深夜召举寿前来，有何要事？”你心中焦虑，面上焦急，急切问道：“公羽，如今孤虽放开北门，人曹军逃亡，但数天过去，他们仍不敢出城。孤看此计，一时之间难以奏效。你可有良策轻松破敌擒贼？孤如今就怕迟则生变，给曹操抓住机会。”举寿闻言，轻抚胡须，沉思片刻，缓缓开口：“主公，曹军军纪森严，前几日我军虽有攻城，但仅靠此法难以成功。主公用兵可一正一起，明面上主公可集中我军锦兰等攻城器械，压制许昌西门城墙守军，掩护冲车撞击西城门，同时集中缴获曹军的霹雳车，轰击西门薄弱城墙段，迫使曹操无法修复城防缺口，从而打开缺口。然后我军昼夜轮攻，分批次不间断攻城，消耗曹军耐力，疲惫敌军。再过数日，曹军便军心大乱。”你眼睛一亮，点头称善，此计甚妙。公羽接着说下去。举寿语气稍缓，缓缓给出一计：“暗地里，主公其实可以苦一苦许昌城百姓。”举寿说完，眼神观察了一下你表情，发现你表面上不动声色。然后举寿紧接着说下去：“主公可用火攻焚毁许昌外围建筑，用火箭焚烧城外民居和粮仓。如此一来，迫使许昌百姓涌入北城门，来加剧曹操资源消耗。同时，主公可派出间谍渗透进去，散布谣言，离间曹操诸将，引得曹操自毁长城。主公可再派出死士伪装成难民混入城内，刺杀许昌城守将或焚烧曹军粮草，在许昌城内部制造恐慌。如此一来，曹操军心必乱，许昌城可破矣。”你听后，心中有些犹豫，有些不忍，问相举寿：“公羽，若曹操不让百姓进城，我军该如何对待这些百姓？”举寿闻言，顿时一阵沉默，你也是一阵沉默，然后缓缓开口：“公羽，此计过于伤天和，还是算了吧。如今还未到紧要关头，孤还有底线。”举寿闻言，心中顿时对你多了一层评价。他沉思片刻后，接着道：“主公，张绣此人可以拉拢，主公可利用投降的曹军将领徐晃与于禁，让他2人在城下劝降张绣，增强张绣信心，同时明码与张绣约定举火为号开城。如此一来，不怕曹操与张绣2人不反目，若是不成，也是在此2人心中扎了一根刺。”你眼睛一亮，大喜：“公羽此计甚妙，就依你所言，即刻调兵遣将攻打西门。”于是你迅速调兵遣将，一面命人将攻城器械集中到西门，开始对西门城墙进行猛烈冲击。援军弓弩手也调到西门，一时间援军箭如雨下压制曹军，同时冲车与霹雳车不间断进行进攻，许昌城西门摇摇欲坠。另一面，你令徐晃与于禁来到阵前，喊话劝降张绣，约定举火献城。张绣听闻后，心中不免泛起波澜，他心中倒是很想投降，只是军师贾诩让他等候时机。张绣只得先按兵不动，观察局势。紧接着，你命文丑率领大几士强攻许昌西门，文丑带领大几士一阵冲杀突入门中。只是曹操听说西城门破，亲登城楼督战，曹操肩膀重箭仍不后退，曹军见主帅亲临前线，士气大振。同时，夏侯渊以火油战术进行总结，烧死援军先锋数百人。文丑一时只得率领大几士败退下来。经此一战，曹军虽然获胜，却也有不少士兵更加人心惶惶。曹操在城中巡视，察觉到了底层士兵这些异动，他只得一面安抚军心，一面令人加强城防。又是数天过去，你仍旧放开北门给曹军机会，人曹军逃亡。这时又有几个惜命之徒，经过援军这数天日夜攻城，搞得心中惧怕，计划跑路。于是这几名曹军趁夜色深沉，抓住机会，趁守卫一时不防，偷摸逃出城外。曹操听说逃兵一事，心中觉察不妙，军中本来就有士卒伤亡，如今又有逃兵，此事极其恶劣，更是搞得军心浮动。曹操深知若不及时遏制住这股逃兵之风，军心用不了多久将彻底瓦解。他当机立断，召集众将，宣布了一条严酷的新军法：再有逃兵，不仅本人斩首，其同队士兵也将连坐问斩。当然，曹操也适当给予甜枣，对于表现出众士兵，当众奖励金银与赏赐官职。此令一出，军中士兵顿时各怀心事，但逃兵现象顿时得到了遏制。同时，曹操严令麾下亲兵日夜看守北门，抓住逃兵后明正典刑，公开处罚。且说那曹操1周前曾派出手下在半夜突围杀出许昌城，兵分2路执行任务。这2路人马，一路负责前去烧毁援军粮道，一路负责前往关中地区向太守钟繇搬援军。且说那曹大率众杀出一条血路，此一路人马直奔陈留而去。一路上，曹大等人马不停蹄，凭借着夜色的掩护，顺利避开了援军的多处哨卡。曹大一行人行了约莫50里路后，便遭遇到了援军的运粮部队。双方人马对视一眼，瞬间交起手来。不过曹大率领的人马只是小股部队，没有援军运粮队兵马多。曹大手下逐渐不敌援军，死伤惨重。曹大深知此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念及曹操大恩，他眼神一狠，
朝着许昌方向拜了一下后，然后他面目狰狞，大喝一声：“丞相，曹大下辈子还追随你！”只见曹大他拉起火箭射向援军粮草后，随后脱下铠甲，将桐油倒向身上衣服，点起火折子，化身火人。曹大坐下马匹，受此惊吓，发狂奔向援军。援军发现火人曹大后，顿时大乱，散到四周。剩余曹兵见首领曹大如此果断，随后有样学样，燃起自身，奔向援军。一时间，数匹火马点燃了堆积在运粮车上的粮草，随后一股大风刮起，火随风势，燃烧数米。之后大火冲天，照亮了夜空，就连在远方的曹操和袁绍都能看见这冲天大火。曹操见火光冲天，脸上露出一抹笑容，暗道谋划已成。同时，他也清楚了曹大一行人恐怕凶多吉少。曹操默默地倒出杯中酒给曹大等人送行，嘴上喃喃自语：“曹大，放心去吧，汝妻无养之。”与此同时，另一路前往关中搬援军的曹二等一行人马，在行至不久，便被颜良率领的轻骑逮住。颜良更是一招将曹二刺于马下。随后，颜良生擒曹二这一行人，带去汇报给主公袁绍。你面露杀意，冷笑一声：“汝想死想活？你们曹丞相可是毁了孤一队运粮车队，孤恨不得把你扒皮抽筋，凌迟处死。”曹二挺直了腰杆，面脸正气，大喝：“要杀便杀！我曹二追随丞相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”你眼神阴冷，怒极反笑。颜良给曹二拖下去凌迟。颜良摩拳接踵，嘿嘿一笑：“主公放心，我这就让曹二尝尝凌迟的滋味。”不过半盏茶时间，曹二已经身中数刀。只见曹二面色苍白，冷汗淋漓，脸上五官已经扭曲到变形，语气虚弱无力，断断续续：“员工，我投降，求求你们给我个痛快！”你随即挥手示意颜良停下，转而看向曹二问道：“说吧，曹操派你们有何任务？”曹二缓上一口气后，一股脑把曹操安排的任务全部交代出来。你听闻曹二汇报，顿时冷汗直流，随后大喜：“曹操好谋划，一路烧我粮草，一路搬救兵。”谋士许攸上前道：“主公，曹操此举是想扰乱我军军心，援军不过是小事，那断粮道才是大患。”你点头，沉思片刻后，问向许攸：“子远啊，孤想将计就计，假意分兵诱曹操出城一战，对于曹二扣押几天，算好时间后放他回去汇报。只不过事实需要曹二颠倒一下，就让他说他是归程路上被捕，而不是去时被捕，你看如何？”许攸抚须思索，先是恭维：“主公此计甚妙。”随后话锋一转：“只是曹操奸诈不会轻信，主公可以再完善一下，就令曹二据实汇报，让曹操知道我军已知晓他的谋划，已经设下埋伏等他入瓮。”此举让曹操经过再次逼问后，心中得意，我军再设下一层埋伏，如此一来，我军便可将其一举歼灭。你听了许攸的夸赞，不禁得意起来，大笑：“子远真是好计谋。曹二，你若想活命，等下就立下投名状，然后按照许攸的计谋执行，知道吗？”曹二立刻开口：“谨听员工之命。”紧接着，你找来曹二手下一行人，令曹二杀一人当投名状。曹二面露凶光，手起刀落斩杀一人。你满意大笑，示意曹二退下。深夜，你正欲入睡，只听侍卫员中一通报：“主公，许攸大人有事通报。”你满脸困意，心中疑惑，不过还是亲自接见许攸。许攸迎面便跪，神色庄重：“主公，许攸今日有欺君之罪，请主公饶恕许攸。”你满心疑惑，心中思索片刻，欺君之罪，许攸还有这胆子？要是小事就免了，大事那就秋后算账。随后，你笑着扶起许攸：“子远，你是孤之肱骨，不管何事，孤恕你无罪，君无戏言。”许攸闻言这才起身，然后开口：“主公，今日子远当着曹二此人所出计谋，其实为假计谋，故意说与曹二听罢了。”你闻言微微皱眉，心中也有一丝不痛快，缓缓开口：“子远，你这是也把孤瞒进去了。”许攸拱手：“主公勿怪，曹二虽是降了，但难保曹操不会用什么法子从他口中套出事情，所以我故意也将主公瞒了进来。”你听后脸色稍缓，发问：“子远，那你真正的计谋是？”许攸微微笑道：“主公，打仗打的便是粮草，曹操一次毁粮成功，还会有下次，不如我军放些假粮草，让曹操再烧一次。至于我军设埋伏这事，想必曹操也会试探，我军也故意中招。许攸的杀手锏便是攻城，我军对于攻城队伍安排，隔几天便下一个档次，让曹操自以为他计谋得逞，给曹操创造一个一击获胜的机会，诱他出来。曹操官渡一败之后，我军只要稳扎稳打，曹操除非尽毁我军粮道，否则实难翻身。曹操如果不想被温水煮青蛙，他只得放手一搏，主公也就有了机会，减少损失，快速拿下曹操。”你听后抚掌大笑：“子远真乃无知智囊也，就依你之计行事。”于是你即刻安排下去，令相关人员按照许攸计谋行事。几天后，你伪造好钟繇假证后，就将曹二一行人马放掉1/4，回归许昌城。当然，放掉的人也都做了投名状，不染上血怎么能安全回去？同时做戏做全套，你分兵令高干率领5万兵马向关中方向驻守。而曹操这边，曹二回归后汇报，自己将书信送给关中钟繇后，被袁绍所捕之事，曹操为人多疑，当然不信，用言语试探恐吓曹二。曹二果然不出许攸所料，吐出实情，将许攸中计的事全盘托出。只是对于搬钟繇救兵一事，曹二一口咬死，确实搬过了。曹二这样做其实也有自己一点小心思。自从被颜良所捕后，曹二便知道自己无论怎样做，其实性命都恐怕难以保全。隐瞒钟繇一事，只是曹二想让曹操觉得自己还有点用，希望借此能
能多苟活一阵。对于此事，曹二临行前便和手下严明利弊，完成任务说明你还有价值，完不成任务一点价值都没。随后曹二又问他们想不想多活一阵，众人皆想苟活，所以这一行人便统一了口供。曹操询问完后，挥了挥手示意曹二下去。待曹二离去后，曹操转身问向谋士郭嘉：“奉孝，你觉得曹二所言如何？”郭嘉微微皱眉，思索片刻：“主公，依奉孝来看，袁绍为了引诱我军出战，真会分兵远去。既如此，我军之前战略目的已成，而今我军被困已久，急需一胜鼓舞军心。”曹操摸着下巴，缓缓道：“孤认为曹大之事做得不错，还需继续袭击袁绍粮道，然后静候时机奇袭袁绍。”郭嘉眼神一亮，心生一计：“主公，张绣忠心真假难辨，唯有一战方能自证。如今可令张绣率部打头阵，以此试探张绣与许攸二人。”曹操心中一动，点头称善。接下来，曹操和郭嘉研究好接下来细节，陆续安排几批人马偷袭袁绍粮道，而你这边早有准备，只故意漏网一次，让曹军焚烧假粮食。随后更是加强戒备，再不放曹军突围，袁绍大军则按许攸计谋，一连数日夜晚表面上时放松戒备，来勾引曹操上钩。只是曹操为人多疑，始终没有上钩。又过数日，许攸见曹操始终不上钩，出城偷袭，心中反而暗自得意：阿蛮啊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生性多疑，看穿了我徐子远这假计谋，想必此时你正洋洋得意吧？不过啊，接下来我这计谋可是专门为你打造。念及此处，许攸面上不由得喜笑颜开，随后不再固步一阵勾引曹操。只是许攸密找一批斥候，夜晚轮流值班，一旦曹军有任何动静，立马汇报。至于攻城方面，你也依照许攸计谋行事。援军方面，似是战力不如往昔，士气逐渐下滑，攻城不利。这下除了你和许攸两个知情人士，你麾下谋臣武将也纷纷不解。这些日子，曹操这方面见粮草已烧，援军战力一天不如一天，援军又不勾引他，心中不禁得意，感觉目的已达到，时机成熟。他迅速召集麾下谋臣武将，商议夜袭之事。曹操率先开口道：“诸位，如今援军士气低落，粮草被我军焚烧，援军又分兵，如今正是我军夜袭的绝佳时机，诸位觉得如何？”郭嘉起身应道：“主公，奉孝这几日，关援军夜晚不再固步一阵，白天攻城战力，则是一天不如一天，想必袁绍此时已计穷。”曹操点头，又看向其余众将，许褚上去一步，大喝道：“主公，这些日子被困许昌，真是得憋得慌。许褚早就想大干一场，报仇雪恨，此战许褚愿为先锋。”曹操这时并未答应许褚请求，只是目光扫向张绣，面带笑意，缓缓开口：“张将军，如今军中皆传你与袁绍有关系，不如这次由你来担任先锋，斩杀援军，来打消军中误会。”张绣闻听此言，心中知道曹操还是不信任自己，只是这话说的没法推辞，张绣只得快速抱拳：“张绣愿为先锋，为主公斩将助威。”郭嘉这时补充一句：“主公可安排一支伏兵，谨慎为好，以防袁绍有诈。”曹操深以为然，当下便安排各路将领的任务，紧接着便令众将回去准备，待深夜之后再发动突袭。张绣回去路上心中十分忐忑，待他回到府后，迅速召来贾诩，将今夜所发生之事尽数告知。贾诩听完之后，当即大笑：“将军莫要担忧，恭喜将军，如今正是降袁最佳时间。曹操定不会叫将军倾巢而出，将军可留胡车儿在此城，约定举火为号献给袁绍。将军作为先锋，只需假意厮杀，然后趁乱投降袁绍，告与袁绍内应之事，将军便立不世之功，大事将成。”张绣听后忧虑稍减，但还有些疑惑，接着问道：“军师，曹操此次夜袭，袁绍可会大败？”贾诩则十分自信：“胸有成竹，将军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”贾诩私下认为许攸此勾引之计似有下文，如今看来便是在此。张绣点头称是，心中大喜，再不犹豫，决定依计而行。深夜，曹操只留曹洪15000兵马与张绣麾下5000兵马守城，其余8万兵马尽皆被曹操带出，意在取得一大胜。曹军人衔枚、马勒口。是夜，曹操亲率8万大军悄悄向袁绍营地进发，张绣则率本部1万兵马冲在曹军最前，夏侯惇则率领1万兵马作为伏兵断后。刚接近援军营地，此时已是深夜，援军好像是防备略显不足。张绣依贾诩之言，迅速领兵冲锋，只是张绣杀至过半，心中十分疑惑。张绣只见那援军时不时有抵抗之兵，片刻后，援军中方有大将颜良应战，只是颜良似是实力不济，援军竟然溃退10里，迅速后撤。曹操心中暗喜，以为计谋得逞，只是令夏侯惇扔在外围等候，自己则亲率大军与虎豹骑杀入援营。就在曹操厮杀带兵追击正欢，一路顺风之时，突然援营四周火把齐亮，喊杀声震天，袁绍的大军顿时从四面八方涌出，将曹军包围。原来早有斥候告与袁绍和许攸，曹操夜袭，许攸则脑子一转，示意袁绍故意示弱，引诱曹操深入。曹操顿时大惊失色，按照中计，即令军队突围。曹军先锋张绣见状，则心中十分高兴，对于军师贾诩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知道是时候投降了袁绍。这时夏侯渊对着身旁曹操沉声道：“主公，妙才愿为大军断后，主公率兵撤回许昌，图谋东山再起吧。”然后夏侯渊纵马扬鞭，率领本部1万部卒迎上张绣。夏侯渊表情狰狞，嘴上大吼：“张绣小儿，竟敢背叛丞相！今日我夏侯渊定取你狗命！”说罢，夏侯渊挥舞着手中长刀，直冲向张绣。张绣见是夏侯渊前来，心中也涌起一股战意，毫不畏惧，挺枪相迎。张绣他自从宛城一战之后休养很久，早已手痒，心中更是兴奋不已，高声喝道：“夏侯渊，休要张狂，今夜也让你尝尝我的厉害！”说罢，他双腿一夹马腹，冲向夏侯渊。这时张辽策马追到曹操身旁，对曹操道：“丞相，张辽今夜愿断后报丞相大恩，文远素来和于禁、徐晃有救，他们
二人不会轻易下死手，丞相无需担忧。曹操心中一阵感动，拍了拍张辽的肩膀，缓缓开口：“文远，此去凶险，你千万小心。”说罢，曹操带着虎豹骑继续逃命。张辽拨转马头，大喝一声，率领麾下1万士卒朝着援军追来的方向迎去。此时，于禁和徐晃看到张辽冲来，他二人有心想保张辽一命，于是于禁和徐晃快马加鞭迎向张辽，同时大喝一声：“诸位将军，你们去追曹操，张辽交给我二人。”颜良、文丑和张合见状，有人挡住张辽，心中倒是也高兴，便继续率领30万援军追击曹操。张合眼见发现曹操在乱军中穿着红袍，十分显眼，大喝一声：“穿红袍的是曹操！将士们给我杀向穿着红袍者！”曹操大惊，在马上急切脱下红袍，待脱掉后，他长叹一口气，心想这下安全了吧。这时，曹操又听得身后张合大喝：“长然者是曹操！将士们给我杀！主公重重有赏！”曹操顿时惊慌失措，身旁许褚眼疾手快拿出所佩宝刀割断曹操长髯。你军中有人看见曹操割髯之事，相互大喊告知张合。张合旋即大喊：“短髯者是曹操！”曹操听闻，面色阴沉，情急之下扯下军旗上一角，包在脖子上遮住后，抓紧逃跑。此时，曹操在虎豹骑和许褚的护卫下，离夏侯惇伏兵越来越近，只要能会合夏侯惇伏兵，曹操便能逃出升天。许褚念及曹操救命之恩，暗自回头率领本部5000兵马反向冲锋，杀向颜良和文丑。颜良拍马迎向许褚，眼神示意文丑速去追曹操，可惜许褚拼死纠缠住二人，大喝：“颜良、文丑，你们一人还不够我杀，休走！”颜良闻言脸色阴冷，冷冷一笑：“好，许褚，这是你自己找死。文丑兄弟，你和我速杀许褚，追击曹操便拜托你了。”张合兄。文丑和张合点头示意，旋即颜良和文丑大战许褚，张合则继续率领大军杀向曹操。曹操眼含热泪，看向许褚一眼后，把马便撤。不多时，曹操眼前忽然出现一军，曹操定睛一看，来将正是夏侯惇。夏侯惇看着身后追兵，率先开口：“丞相先走，原让来断后。”说罢，夏侯惇便带着1万伏兵迎向张合大军，让曹操继续逃命。张合无奈只得接战。这时，你亲兵队长袁忠义继续带领5000轻骑追击曹操。曹操虎豹骑几个统领对视一眼，带领3000虎豹骑掉头杀向援军骑兵。曹操身旁于是只余得57保护。曹操跑到许昌城下后，心中顿时放松下来。曹操此时气喘吁吁，身旁护卫也是疲惫不堪。曹操顿时长舒一口气后，看着许昌城门紧闭，对着守军大喊：“曹洪何在？速速给孤开门！”就在此时，异变突起，只听得一声大笑，贾诩和胡车儿登上城楼，守军张弓搭箭，目标瞄向曹操。贾诩轻摇羽扇，抚须冷笑：“曹贼，你不用等了，你马上就能见曹洪了。”说罢，贾诩弯腰捡起一个首级，然后抛向曹操。曹操定睛一看，发现正是曹洪首级，顿时心中悲愤交加。这时，袁忠义带领百骑也已经杀到许昌城下，二人瞬间战作一团。夏侯渊力大无穷，手中长刀挥舞起来，虎虎生风，每一招都带着千钧之力。张绣则枪法精妙绝伦，只见他手中那杆百鸟朝凤枪，舞得枪花闪烁，密如骤雨，巧妙化解着夏侯渊凌厉的攻势，时不时还能寻得夏侯渊破绽刀法，反击数招。北地枪王张绣大战虎步关右夏侯渊，真是好一场龙争虎斗。曹操深深看了夏侯渊一眼后，心中知道此次夏侯渊恐怕凶多吉少。只见他咬了咬牙，下令：“众将士，随我突围撤回许昌，不可恋战。”言罢，曹操便率领5万大军向许昌方向突围而去。你见曹操欲逃，大手一挥，抓住曹操，重重有赏，莫要放跑了曹操。此时，袁绍大军顿时如潮水般涌向曹操冲杀过来，几十万援军瞬间合拢起来，欲包围曹操。援军追击部队喊杀声震耳欲聋，地动山摇。援军大喊：“将士们杀！杀曹贼了！活捉曹贼！”曹操在虎豹骑和许褚与张辽护卫下狼狈逃窜，身后援军大将颜良、文丑、张合、徐晃、于禁猛追曹操。曹操跑了2、3里后，援军紧追不舍。张绣在自家亲兵护卫下，当着双方众人面，当即下马磕头拜倒。袁公，张绣对您仰慕已久，愿意归降，只是苦于时机不到。今夜偷袭，张绣意识到时机已到，在出城时，我已和副将胡车儿约定好，举火为号，将许昌城献给袁公。你闻言面上大喜，连忙在阵前高呼：“将军能弃暗投明，实乃本初之幸。今夜孤便配合张将军斩杀曹操，报仇雪恨。”张绣旋即起身上马，带领自己麾下大军杀向曹操。张绣大吼一声：“曹贼，内命来！”曹操见到如今必死局面，知道大势已去，发出此生最后一道命令，令麾下骑兵下马投降。众兵皆神色复杂，沉默不语。曹操则先是沉默片刻，随后大笑3声，回想此生过往，临终之际吟诗一首：“神龟虽寿，犹有竟时；腾蛇乘雾，终为土灰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盈缩之期，不但在天；养怡之福，可得永年。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”随后，曹操面带笑意看着援军领头的袁忠义，抬起头大笑：“来，与汝万户侯。”袁忠义沉默片刻，没将军出手，曹洪还真不易拿下。曹洪若还活着，曹军便有了主心骨，今夜也不会如此顺利，便夺下城门。原来张绣在出城之后，贾诩就和胡车儿商议，由他拿下曹洪，然后趁乱夺下城门，堵住曹操的逃生之路。胡车儿属于西凉人，是张绣心腹部将，以力大无穷、行走
迅速著称，有力能负500斤，日行700里的传说。宛城之战也是胡车儿盗走典韦双戟，最终导致典韦战死。随后胡车儿依计行事，已有私事相商，带着亲兵去见曹洪。胡车儿到后便令亲兵在门外等候，自己亲自去见曹洪。曹洪一开始也有戒备，可是禁不住胡车儿东拉西扯，二人相谈甚欢。曹洪又见只胡车儿一人，便逐渐放松戒备。之后胡车儿找寻机会，趁其不备弄死曹洪。胡车儿拿住曹洪首级，走出门外。曹洪亲兵刚想乱刀砍死他，这时胡车儿亲兵也拔刀相向。胡车儿当场冷喝一声：“曹洪已死！”曹操今夜出城偷袭众袁绍计谋，命不久矣。尔等若想活命，就让开道路。曹洪亲兵见大势已去，四散而逃。随后胡车儿和贾诩会面，胡车儿接着问道：“贾军师，如今曹洪已亡，曹军群龙无首，咱们接下来当如何行事？”贾诩目光闪烁，思索片刻道：“如今曹军群龙无首，正是扩大战果的好时机。你我二人分兵去灭剩下的曹将，务必将其一举歼灭，不留后患。”胡车儿闻言，立刻领命而去。此时城内的曹军已乱作一团，四处奔逃。贾诩和胡车儿各带着一队人马，在城中四处搜寻曹军将领，挨个斩杀。二人所到之处，曹军纷纷溃败。不一会儿，曹军剩余小将见大势已去，纷纷放下武器投降。这一战，两人一通操作下，顺利控制住了许昌城4门。当今胡车儿听到贾诩夸赞，挠挠头，咧嘴一笑：“军师谬赞了，若不是贾军师出谋划策，末将也不能顺利得手。”城楼上的贾诩转而对着城下袁忠义道：“这位将军，速拿着首级见袁公请赏吧。”袁忠义当即客气一下，带着百骑奔回袁绍大营。袁忠义一边狂奔，一路令手下百人大喝：“曹操已死！曹操已死！尔等速投降，还能活命。”这时，先是和袁军骑兵战至一起的虎豹骑率先听到此噩耗，虎豹骑几个统领先是不信，怒喝：“兄弟们，这是谣言，莫信！”袁忠义高高举起曹操首级，大喊一声：“曹公首级在此！”还敷衍顽抗。这时，虎豹骑顿时战意全无，停止进攻。袁忠义随后缓缓道：“尔等若想停止此战，便和我速去见袁公，袁公还能有赏。”曹操、虎豹骑几个统领对视一眼，有2个沉默片刻后站了出来：“我愿和你前去，我不想兄弟们再白白战死了。”于是袁忠义带领麾下骑兵和一些虎豹骑继续往回赶路。袁忠义又行数百米，这处战场张合正和夏侯惇斗得难分难解。夏侯惇麾下大军听到这批人马大喊曹操已死，顿时战意全无。夏侯惇本不相信，但见有几个虎豹骑统领也在高喊，顿时心中悲愤交加，怒火中烧，是要斩杀张合来祭奠曹操。可惜夏侯惇在悲愤之下招式渐乱，张合瞅准一个破绽，抓住机会刺向夏侯惇。夏侯惇躲避不及，被一枪刺中胸口。他闷哼一声，咬牙再战，怒喝一声：“我夏侯惇不能倒下，我还要战斗！孟德兄弟，临死之前，我要为你报仇！”夏侯惇麾下大军听闻曹操已死后，便不再战斗。张合麾下顺势腾出手来，一起围攻夏侯惇。不多时，夏侯惇面身血色，带着遗憾跌落马下。张合见此壮烈一幕，心中颇为震撼，也对夏侯惇颇为佩服。沉默片刻，下令：“夏侯惇真乃英雄壮士矣，留他全尸，尔等不可亵渎尸体。”夏侯惇一死，张合便收拢夏侯惇麾下大军，然后和袁忠义一起去向袁绍汇报。与此同时，曹操已死的消息和夏侯惇阵亡的消息逐渐在战场上传开。其他战场上的曹军得知曹操已死、夏侯惇阵亡的消息后，军心大乱，斗志全无，纷纷跪地投降。颜良、文丑大战许褚的那片战场，许褚最终还是不敌2将，被颜良斩下一臂，跌落马下，被颜良麾下小兵所擒。徐晃和于禁因念及旧情，一直没对张辽下死手。待3人听到曹操战死消息后，便暂时停止了交火。3人皆同时沉默片刻，想不到曹操这就亡了。片刻后，徐晃开口问向张辽：“文远，曹丞相已死，你有何打算？”张辽一时之间沉默不语，他心中也一片茫然。徐晃又接着开口道：“文远，你作为降将，已经报丞相大恩，如今丞相已死，你也该自己找条生路。大丈夫当取3尺剑，立不世之功，你难道想就此战死，荒废此生？袁公求贤若渴，不如你和我去见袁公，你我兄弟也能并肩作战，征战天下，立不世之功。”张辽沉默片刻后，缓缓开口：“公明兄，文远愿意，只是怕袁公不肯。”徐晃拍了拍张辽的肩膀，咧嘴一笑：“文远兄，你且放宽心好了。”随后3将带领麾下离去。不多时，战场上的人马都汇集到袁绍处，这里神枪张绣还正和夏侯渊大战。你得知曹操已死，心中大喜，看向战场中的夏侯渊笑道：“夏侯渊，曹操已死，若你归降，孤放曹家与夏侯家一条生路。”夏侯渊闻言怒骂：“袁绍，你放屁！你放声大笑！孤所惧者为孟德耳，你夏侯渊不过一武夫耳，孤要你何用？孤只是不忍孟德兄和你夏侯家从此绝后。”夏侯渊闻言神情复杂，心中纠结不已，刀法也不自觉乱上几分。只见他虚晃一刀后，嘴上问道：“袁绍，你此言当真？”你面上严肃，神情庄重，给出承诺。孤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夏侯渊念及日后夏侯家与曹军相火，心中颇为无奈。听闻袁绍保证不再犹豫，当即下马投降。你看着袁忠义献来的曹操首级，看着这个大敌就死在眼前，神色复杂变幻，心中五味杂陈。片刻后不由得长舒一口气，然后你眼神闪过坚定，仰天大笑：“孟德兄，孤会好好安葬你的，安心去吧。这统一天下的重任，孤会完成。”你于是率领大军向着许昌城进发。不多时，你便率领大军杀到许昌城门下。城楼上的贾诩和胡车儿见状走下城楼，令麾下小兵打开城门，放袁绍进城。你见来人身长8尺，貌伟而庄，眉宇间隐约有霸气，十分不凡，便开口询问：“阁下可是贾诩贾文和？”贾诩微微欠身，拱手道：“区区无名之辈，没想
想到袁公竟然知道在下，你朗声一笑，文和何必自谦？宛城之战你大败曹操，孤对你仰慕已久。贾诩心中暗忖，面上不动声色，沉声道：袁公，如今大事应当控制许昌城，把持朝政，其他之事日后再从长计议。你闻言心中也明白大事要紧，当即令颜良领兵去攻占曹操丞相府。文丑前去整编投降的曹军部队，挑选其中精锐编入援军。蒋义渠分兵把守许昌四门，设置临时防线，不许进不许出。又令降将张绣、于禁带领本部兵马巡视许昌城。至于你，则亲自率领大军杀入皇城，以此来控制天子刘协及朝廷百官。片刻后，袁绍大军踏入许昌皇宫，皇宫禁卫军起初还欲反抗，可是这些禁卫军岂是你精锐的河北大军的对手？不多时，皇宫之内便血流成河，尸横遍野。你令张合率领大几十镇守殿外，把守皇宫。随后，你率领麾下文武进入天子刘协所居住的承光殿，殿内的汉献帝早已被皇宫内的喊杀声惊醒。皇帝看着袁绍推门而入，面露惊色，你大步向前，立于殿前，高声一喝：陛下，臣袁绍此次出兵为匡扶汉室而来。曹操逆贼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名为汉相，实为汉贼。如今曹操已死，我袁家世代忠良，臣虽不才，也愿辅佐陛下，光复大汉江山。说罢，面色大喜。不久后，他又忐忑不安下来，毕竟自从他登基以来，先后受董卓、西凉军李崔郭汜和曹操把控，名为皇帝，实为傀儡。如今这袁绍不知道会不会是下一个曹操。天子刘协强装镇定，问向袁绍：袁公诛曹贼，实乃大功一件，不知袁公接下来如何光复大汉江山？你拱手而拜，朗声笑道：陛下无需多虑，陛下您只需在皇宫安享太平，臣亲自整军备战，讨伐四方叛逆，为陛下打下一个太平盛世。天子刘协心中一紧，知道完犊子了，又来一个曹操。但眼下袁绍势大，自己也无力反抗，心中只得暗暗祈祷，希望皇叔刘备能在外召集兵马，秦王保驾。他犹豫片刻，还想再挣扎一下，猛地向后一瞥，只见袁绍身后那文臣武将面露凶光，似有恐吓之意。天子刘协无奈，只得下旨：朝廷大小事务尽皆依赖袁公了。你嘴角泛起一丝得意笑。颜良率众前来禀报，主公，颜良已控制曹操麾下大臣，已经将他们府邸尽皆围困，就等主公发号施令。颜良略带紧张，又缓缓开口：主公，只是曹操帐下谋臣郭嘉死了。颜良发现他的时候，只见他4时发病，吐血而亡。你闻言心中略有几分遗憾，鬼才郭嘉死了倒是可惜，不能招入麾下。传言中他似有疾病，死了那就死了吧。你笑着安抚颜良，好控制住就好。姑这下就去曹操的丞相府看看。你随后召集众谋士在曹操丞相府商议接下来战略。你和许攸、沮授、田丰围坐一堂，你率先开口发问：如今曹操已灭，诸位说说，接下来姑该如何行事？田丰起身回道：主公，当务之急是安抚民心，开仓赈粮，稳定许昌局势，同时派人招降曹操旧部，消化曹操地盘。沮授也开口附和：田公所言极是，主公明日可召开朝廷会议，宣布曹操罪状，发布檄文昭告天下，占据正统地位。你点头称善，然后接着发问：诸位，姑占据这许昌，总感觉此地不如邺城安全，你们3位觉得迁都邺城如何？沮授深思片刻，极力劝阻：主公，难道忘了前面董卓之事？你闻言神色复杂，顿时沉默下来。许攸这时笑道：主公，子远有一计，主公何不实行双都制？名义上仍尊称许昌为国都，维护汉室牌坊，然后再选一心腹人为将军镇守许昌，监视天子的一举一动。实际上，主公可令朝廷3公9卿等官员远驻邺城，邺城这样不就是真国都？你脸色大喜，心中十分高兴，面露笑意。子远，此言深得我心。你也怕重蹈历史上董卓和尔朱荣覆辙，阴沟里翻车，顺风打成逆风。然后你接着问向许攸：姑接下来是南下进攻刘表，亦或是进攻马腾、韩遂等西凉势力？许攸沉思片刻，缓缓开口：主公，荆州之地水网密布，需要水军作战。刘表治下带甲10万，沃野千里，实力雄厚。一来我河北大军需花大量时间训练水军，二来若我军久攻不下，江东孙权可能会趁乱偷袭徐州，迫使我军两线作战。不如先谋取凉州，待日后我军南下，能消除侧翼威胁，确保中原腹地安全。你听闻略有几分失望，但还是点头示意许攸接着出谋划策。许攸接着说：对于西凉之地，第一，主公可以拉拢一批攻打一批，分化马腾、韩遂2人；第二，我军可以用朝廷名义收服关中、钟繇，事半功倍，然后稳扎稳打，逐步西进；第三，西凉军虽勇，但关中之地历经战乱，疲惫不堪，西凉军又缺粮，长期围困，我军可不战而胜。这时监军沮授则提出不同意见：主公，荆州之地北控汉水，南接长江，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也是我军日后南下江东、西进益州的战略跳板。况且荆州刘表与刘备皆是当世人杰，若放任2人发展，恐成大敌。而西凉马腾名义上仍尊汉庭，强行西征恐怕……你闻言眼神一亮，心中大喜，点头示意沮授接着说下去。沮授接着道：对付荆州刘表，主公其一，可挟天子之威，命刘表入朝述职；若其推辞，则主公讨伐刘表，名正言顺。其二，刘表如今已老，心力不足，主公可尝试联合荆州士卒，许以利益，里应外合拿下荆州。其三，若刘表坚守不出，主公可亲率大军沿汝南、襄阳一线推进，再另一篇师自宛城南下推进，两面夹击，切断荆州南北联系。你闻言故作沉思片刻后，先是肯定一番许攸：子远说得不错。随后话锋一转：不过公于也所言颇有道理，孤觉得如今占据朝廷，用天子名义南征荆州理应容易，孤先灭刘表，再谋取马腾。许攸3人见你眼神坚定，语气严肃，便知你心意，旋即不再争论。你接着抛出惊喜：诸位，还有2件大事没做，一件便是以天子名义招降关中、钟繇、徐州臧霸，剩下那件大事便是请示天子给诸位封官进爵。沮授3人闻听此言，心中也不由得激动起来，毕竟出将入相
封官进爵可是他们梦寐以求之事。你随后分发任务，元昊，明日你负责进宫，你写诏书去招降钟繇和臧霸。子远，你随姑一同进宫，请示陛下给诸位封官进爵。宫羽那大军那就托付给你了。许昌城若有异动，无需请示，你亲自镇压。三人顿时大喜，辞别领命而去。在回去路上，沮授与田丰心中则在猜测日后能封到什么官，许攸心中则十分淡定，毕竟之前你就许诺过给他一个三公之位，他对此倒是不慌。翌日清晨，你起身带领田丰和许攸还有一队兵马进宫面见天子刘协。不久后，你一行人便行至宫中，见到天子刘协、田丰等人跪地叩拜。陈田丰拜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你心中则将刘协当成玩物，待宰羔羊，也没行礼，直直地站在原地盯着刘协，十分嚣张跋扈。刘协坐在龙椅之上，看着下方的你，心中十分恼怒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怨恨，嘴上只得无奈道：“爱卿平身。不知爱卿今日进宫所为何事？”你毫不客气盯着刘协冷哼一声：“陛下，此番孤出兵讨伐曹贼，全依赖孤麾下文臣武将奋力死战，方能灭曹操。此战孤麾下文臣武将皆立下不世之功，陛下是不是应该给予有功之臣加官进爵，以资鼓励？如此一来，他们方能更好地助陛下匡扶汉室，剿灭逆贼，平定天下。陛下向来宅心仁厚，想必陛下也不会寒了有功之臣的忠心吧？”天子刘协闻言心中一凛，他深知该来的总要来，你前来通知自己，不过是给自己一个体面罢了。就在天子刘协犹豫之际，寻思该怎么说的时候，这时许攸心中一凛，正思索着一事，他觉得这次封官竟然没有先封主公，主公不封，自己这些人怎么能封高官？于是许攸站了出来，拱手笑道：“陛下，元公雄才大略，英明神武，元家又43公世代忠良，应该破格封赏，依微臣之见，该得大将军与魏公此等殊荣，这样元公必能占据大义，荡平四方，还陛下一个大汉江山。”田丰见状也跟着附和一句：“陛下，许攸说的没错，元公该得此殊荣，没有元公哪来的陛下？”天子刘协闻听此言，心中无奈，只好脸上强挤出一丝笑容：“诸位爱卿说的不错，既然如此，朕便依了卿等所奏，加封元将军为大将军，录尚书事，封魏公加九锡，日后上朝可见吕上殿入朝不屈，赞拜不明。”你闻言嘴角上扬，眼神瞥向许攸，心中十分高兴，这不就是反贼三件套？你得意之色溢于言表，这下十分情愿地拜谢天子，臣定不负陛下所托。随后你便让天子刘协，你只招降钟繇和臧霸，不多时圣旨到手，你拜别天子。数日过去，你破许昌诛曹操之事传到大江南北，关中钟繇和徐州臧霸二人得知此事后，心中不安，担心你下一个讨伐他们。隔了一天，天子刘协劝降圣旨传到二人手中，二人于是跪地谢恩，只因你灭曹操之事早已威震天下，钟繇和臧霸二人决意归降你。接过圣旨之后，随后二人便带领侍卫前去许昌城拜见你。此时黑山军首领张燕已听闻袁绍灭曹操之事，北方如今将近统一，张燕心想抱着大树好乘凉，决定归降你。他率领黑山军率先归降袁谭，袁谭随即大喜，亲自带着张燕快马加鞭赶到许昌城，前去报知喜讯。凑巧的是，三人刚好同一时刻赶到许昌城。你听闻三人来降，心中大喜，亲自出城接见钟繇等人，并且午时在府邸设宴盛情款待三人。当天夜里，你心中却很纠结，原来这几日你正寻思怎么封赏合适，如今又来三将，你还得重新安排。当然，你对于自己河北嫡系人马肯定要恩赐更重，至于降将张绣、臧霸、钟繇等人，要比阵前招降的于禁等曹将职位要高。降将于禁，你则念及于禁攻破官渡有功，决定安排爵位要高于张辽、虚晃二人，并且这个安排也可以激励张辽二人斗志。想到此处，你不再纠结。第二日，你表奏天子，给诸将封官进爵。翌日，天子下令，袁绍任大将军，录尚书事，封魏公加九锡，特权见吕上殿入朝不屈，赞拜不明。许攸封司徒，任尚书左仆射，河内郡温县侯10亿3000户，沮授封司空，担任尚书令，巨鹿郡广宗县侯10亿3000户，田丰封太尉，任尚书右仆射，魏郡叶县侯10亿2000户，沈沛封魏尉，任冀州刺史，真定乡侯10亿1000户，兴平封光禄勋，任兖州刺史，阳翟乡侯10亿800户，贾诩任太常，封姑臧亭侯，颜良前将军，南皮乡侯10亿2000户，文丑左将军，内黄乡10亿2000户，张合右将军，乐城乡侯10亿1000户，任徐州太守，淳于琼卫将军，怀县亭侯10亿600户。你特令其掌握许昌禁军，蒋义渠镇北将军，渔阳亭侯10亿600户，封继承太守。你命其防备乌桓，于禁建武将军，东郡关内侯，张辽平东将军关内侯，驻守小沛协防徐州，徐晃讨逆将军关内侯，驻守陈留协防豫州，臧霸威鲁将军，东海亭侯10亿500户。你仍令臧霸镇守下邳安府泰山旧部，张绣安南将军，梁县亭侯10亿400户，张绣仍驻守宛城。大儿子袁谭车骑将军，青州牧，临淄县侯，封为魏公世子，镇守青州全境。三子袁尚征西将军，滨州牧，晋阳县侯，驻守滨州晋阳。二子袁熙镇东将军，幽州牧，蓟县侯，把持幽州边防。外甥高干镇南将军，豫州牧，乔县侯，镇守曹氏故地乔县。张燕平北将军，任黑山太守，景行亭侯，钟繇司隶校尉，任长安太守。华阴亭侯，驻守长安。封赏既定，你册立袁谭为世子。至此，袁军世子之争再无悬念。你麾下众人则各个封侯，皆大欢喜，各自赴任而去。与此同时，袁军内部已定，你决定开始着手对付曹操旧部，例如荀彧、夏侯渊等曹操麾下谋臣武将。不过你还未动手，便听闻曹操旧部李典与许褚闻听曹操死讯，当即下去陪伴曹操。你听闻此消息，心中不免敬佩二人，当然心中也更忌惮曹操旧部。对付这些人最简单的方法便是杀，只是此举难免会使得曹操旧部反弹。想了良久，
久，你还是让许攸和举寿前来一起商议对策。毕竟3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，举寿和许攸兴高采烈而来，毕竟2人接封为县侯且位列3公。你则愁眉苦脸，一脸疲惫问道：“子远、公允，你们2人来说说，姑怎么对待曹操旧部夏侯渊和荀彧等人？”许攸身为河南士族人士，自然也想为老乡争取机会，这样以后也能捞上一笔。他听闻你此言，眼神一亮，捋了捋胡须，率先开口：“主公，曹操旧部虽多，但如今却群龙无首，无需多虑。那夏侯渊不过一介武夫，500教刀手足以拿下。荀彧和程昱2人虽有智谋，却不能充当领袖。主公若能善待夏侯渊，则曹操旧部皆知道主公大度。荀彧作为颍川巡视首领，主公若能招降，则曹操旧部无不望风而降。”举寿则微微皱眉，沉声说道：“子远所言有理，不过夏侯渊作为曹操宗室核心，主公应公开斩首，震慑曹氏余党。至于荀彧等人，主公可适当拉拢。若荀彧等人拒绝合作，主公可将其软禁于邺城，日夜看守。”你听了2人的建议，陷入沉思，一人劝杀，一人劝降。片刻后，你微微摆手：“你们所言皆有理，孤今日暂且不想杀人，那就先派人去招降夏侯渊和荀彧等人，再做后续打算。”于是你派人分别前去招揽夏侯渊、荀彧、程昱、陈群等人。对于曹操，你为显示仁德，决定安葬曹操，并且亲自出席曹操葬礼。孤就此宣布，既往不咎，有才能者，孤仍会重用。众人一时皆感意外，毕竟袁曹2人曾是劲敌，众人本以为曹操这一戏要遭罪，没想到如今你会给曹操安葬。曹操旧部见此一幕，心中皆个怀心事。葬礼过后，援军说客也到了夏侯渊家里拜访。夏侯渊家中，此时曹操一家和夏侯渊一家正聚集一起祭奠曹操。说客刚表明来意，曹操之子曹彰少年热血，怒目圆睁，拔剑而出，怒喝：“我乃曹操之子，岂会降于杀父仇人？让他取我命吧！”说客则面露冷笑，看向夏侯渊：“将军，莫非忘了之前战场之事？袁公无意图曹氏和夏侯氏满门，请将军再仔细想想。”夏侯渊面目狰狞，一想到若不屈服你，则夏侯氏和曹氏上下老幼鸡犬不留，为了日后2家还能有一丝香火。夏侯渊有气无力道：“我可以投降，但休想让我为你卖命。”说客听后大喜离去，便去到荀彧处。在荀彧处后，说客则态度恭敬地传达了你的招揽之意。荀彧几日前便听闻了你成为了魏公，又见今日说客前来招降，荀彧原本温润的面容瞬间变色，荒谬，简直荒谬至极！你如今是魏公了，下一步是不是要篡汉？我荀彧一生只忠于汉室，我既是汉臣，便不会再是他人。你回去转告你，我荀彧宁死不从。说客见劝说无果，无奈离去。说客便到陈群家中游说，陈群倒是表现得颇为积极，双方一阵交流，最后他对说客给出准信，陈群愿为袁公效力。至于说客最后到程昱家中，程昱则是态度不明。说客奔走一番后，将众人的态度一一汇报给你。说客先是说道：“主公，曹操旧部荀彧态度坚决，誓死不降。”你闻言眉头紧皱，心中杀意渐起，缓缓冷笑：“孤知道了，那其他人呢？”说客见状连忙说道：“主公，陈群和夏侯渊愿意归降，只是夏侯渊不愿意效命。”你闻言心中倒是十分高兴，总有人愿意归降了。陈群这么积极的话，那明日孤就表奏天子，好好拉拢。至于夏侯渊投降不效命，你心中倒是无所谓。对于曹家和夏侯家，日后只是不杀罢了，依旧会令人日夜监督，以防万一。说客见你大笑，最后禀报主公。程昱则是态度不明，没说降与不降。你闻言心中则是明白，程昱这是在观望啊，看来孤要动手杀人了。你心中嘿嘿一笑，想好了目标，那就是司马懿一族。这司马懿一家可是把洛水名声都搞臭了，建立的晋朝真叫一个憋屈。你对着说客笑道：“你这就去私下告知程昱，让他过几日看看司马氏的下场，告诉他日后这便是他的下场。”你随后挥手示意说客下去，随后令侍卫喊来大将张合。张合进来后抱拳问道：“主公，不知道喊张合前来所为何事？”你忍俊不禁哈哈大笑：“张合，你担任徐州太守之际，孤特意顺水推舟送你一个礼物，河内司马氏家资颇丰，他们一族想要资助于你。”张合闻言愣了片刻，面脸疑惑：“主公，张合和司马氏并无交集。”你则笑着解释：“无妨，你只需这次出发，秘密行动，带兵扮作山匪，将司马氏3族灭了，抄其全家即可。这司马氏多行不义，引得民怨沸腾，孤这可是为民除害。”张合心中虽有疑惑，但念及司马氏3族积累下的财富，不由得眼神一红，心中一跳，当即领命而去。此时远在河内的司马懿心中忽然感到一阵寒意，心中7上8下，眼神直跳。他预感似有大事发生，想到这里，他掐指一算，没算出什么事，又在回忆这几天得罪过什么人没。只是司马懿向来谨慎，从不轻易得罪人。想半天无果后，他最终还是倒头睡下。第2日，你表奏天子封赏陈群，随后太监便带着圣旨来到陈群家里。太监宣读：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特封颍川陈群为昌武亭侯，治书侍御史，还不接旨。陈群闻言大喜，知道走对路了，忙不迭的跪地谢恩。几日后，忽有消息传开，河内司马氏不知人，他原以为你会通过正常途径整治司马氏，没想到你手段如此狠辣。正常来说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这司马氏似乎没有惹到你，世人也不会认为是你干的，毕竟2者之间并无交集。他心中知道自己若再犹豫，恐怕自己3族下场和司马氏一样。于是程昱主动找到你，毕恭毕敬道：“袁公，罪臣程昱愿意归降效力。”你见状满意地点点头，笑着看向程昱：“孤向来求贤若渴，并且孤从来不会亏待自己人，以后孤还要多多依仗阁下。”程昱只觉得这个眼神笑意甚人，随后你便挥手示意程昱退下。此刻你独坐府中，心中得意，你历经数月，终于达成成就，灭曹操，荡平司马氏，不由得大笑3声。如今你只忧愁2年后万一暴毙之事。正所谓福无双至，今日至。你府外忽有一大夫求见，要前来给你诊脉。你心中一动，连忙请其入屋。此大夫虽老则老矣，但你看其面相都感觉此人不俗。良久后，此大夫诊断一番，给出意见后便飘然离去。你连忙追问。
问：“不知先生尊姓大名？你日后定有厚报。”此人淡淡道：“吾姓华，名陀，山野之人，无需员工挂念。员工身体硬朗，无需担心暴毙。员工若日后不大起大落，还能活个几十年。”你闻言微微一愣，随后心中大喜，念及此处，你回过神来，刚想去追华佗，谁知华佗速度极快，一眨眼便溜走了。你不由得暗叹一声：华佗真乃神人也。当天夜里，你经过华佗这一诊断，心里美的不得了，睡得格外舒服。只是梦中依稀想起荀彧这个刺头，对于荀彧坚决拒绝合作的情况，他一时半会还不敢动下杀手来杀荀彧。毕竟荀彧作为颍川氏族领头人物，再加上两人之间已有嫌隙，他若动手，颍川氏族恐心生抗拒，为日后埋下隐患。而河内司马氏则是个小人物，料谁也想不到是他下的毒手，自己与司马氏一无冲突，二无动机，因此对于司马氏杀了就杀了。第二日天亮，你睡眼朦胧刚醒过来，元府侍卫突然来报：“主公，许攸大人早在门口恭候多时了。”你闻言心中一动，连忙召见许攸。许攸进来，面带春风笑道：“主公，许攸昨日便听闻荀彧此人宁死不降，许攸有一计可以治他。”你袁绍心中一凛，急切问道：“子远，你有何计谋？速速道来。”许攸拱手道：“主公，此人既然这么忠于汉室，何不挟天子以令荀彧，以天子之名宣称荀彧病重归义，天子仁德，又特赐其邺城豪宅，让他休养。之后嘛，主公便可顺势派人将荀彧软禁于邺城，眼不见心不烦。至于不听话的颍川荀氏全族，主公也可以也顺手将其全都迁到邺城。而那剩下的曹操旧部和颍川大族更是好办，主公只需拉拢一派，打压一派。主公，顺者昌，逆者亡。对于这些不听话的，只需杀鸡儆猴，一扁到底即可。”你如同茅塞顿开，哈哈大笑：“好，子远，就依你的计谋行事，你好好替孤走一趟，恐吓这些大族，孤只要土地，其余好处子园你随便拿。”许攸闻言，心中不由得又惊又喜，领命而去。紧接着，你便依许攸之计行事，挟天子以令不臣，将荀彧、夏侯氏、曹氏、李典等家族全部发配到冀州，派人严加看管。而这些空出来的土地，你还有大用，全都不客气的收到自己门下。至于拉拢一派、打压一派这个重任，谋士许攸尽力施展了他的贪婪本色，替你强要了不少土地，而你也不吝赏赐。对于那些归降他的士族，通通给他们封官进爵。如此一来，这些世家大族见你只针对曹操嫡系，而不是把屠刀杀向他们，他们倒也松了一口气。而你手里也便有了大量无主荒地。如今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就能继续推行曹操的屯田制。你心中对于曹操的屯田制一直心痒痒，打仗打的便是粮草，打的就是后勤。有了粮草，大军便能持续作战。如今他灭了曹操和一些大族，再加上徐州、兖州、豫州三州连年战乱，民不聊生，到处都是荒地和流民，正是大力推行屯田制的好时机。你现今正坐在书房里，脑子里回忆着历史上曹操的屯田制。屯田制战时为兵，修士为农，大部分粮食主要由流民、黄巾军降卒及无地农民这些民屯屯田客前去屯田，军屯只占少数。军屯士兵们主要由随即都尉管理，兼具生产与戍边之能。这些军屯兵且耕且战，自然而然的战力不足。忆起此处，你突然长叹一声：不过嘛，屯田制也不是很完美。后期三国僵持时期，此制度反而弊端太大，屯田客饱受压榨，屯田制任命的官员也被世家大族控制。念及此处，你不由得喃喃道：这确实是个大问题，孤不能便宜了他人，还需叫来公与何元昊前来商议改良屯田制之事。一个时辰后，你亲兵带着田丰和沮授两人来到书房，你率先开口问向二人：二位，自古以来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如今四方战乱，粮草供应艰难，我军易受掣肘。不听闻昔日曹操在许下屯田颇有成效，只是此举难免有些弊端，诸位可有良策，能加以改良，继续在兖州等地推行？沮授、田丰两人闻言皆是眉头紧锁，思索曹操屯田之策的弊端。沮授皱着眉沉思片刻，缓缓开口：主公，曹操屯田制虽解决了粮食问题，但曹操重用任俊、早知等寒门官员管理屯田，已经有前车之鉴，与当地大族冲突严重。沮授建议主公可以每县设置点农官，优先选拔寒门子弟，让他们直接向中央奏事，避免这些豪强直接干预。捐献荒田达1000亩者，授予其家族子弟察举资格。你听后微微点头，此举确实可以避免和当地大族起冲突，毕竟当下是打天下的时候，还需要这些世家大族支持。田丰迈出一步，拱手道：主公，屯田官权力过大，若是滥用职权侵夺屯民，那这屯田制便是屯田官个人的敛财工具。主公可颁布屯田令，明确奖惩机制，如超额完成任务者奖励，完不成任务者罚等。再同时实行考功法，以粮食产量、流民安置数等为官员考核标准，严查贪污。你听完沉思片刻，长叹一声：屯田制孤也略有了解，曹操确实太过压榨农民，民屯农户缴纳粮食官得6分，民财得4分，赋税如此之高，难免日后农民没有动力。只是如此一来，前期官府的粮食收入便会减少许多。沮授也点头附和，田丰所言不错，不过从长远来看，能让更多流民安心屯田，开垦土地，后期我军收益必定非同小可。你大笑道：孤自有考量，不谋万事者，不足谋一时，少1年收入无妨。待屯田制推行开来，何愁没有钱粮？许攸和田丰心中一凛，拱手道：主公英明。你脸上带一抹笑容，看向田丰：元昊你向来刚正，孤让你兼任大司农，总揽屯田事务，你看如何？至于荒废的田地，夏侯氏、荀氏等家里田地，孤早已令人整理完备，日后这些土地就由你直属管理，孤不再过问。田丰
风闻言眼神一亮，身体微微发抖，心中激动，沉声道：“主公！”田丰愿笑死力，伸手扶起田丰，眉毛一松，面带微笑：“元昊不必多礼，你公与何子远都是孤的心腹之臣。昔日汉高祖刘邦能夺得天下，韩信、萧何、张良三人紧密配合，功不可没。元昊我军这后勤保障，如今孤可全交于你了。公与何子远就和孤一起征战天下，孤希望我们君臣日后也能创出一段佳话，名垂后世。”田丰和举寿二人闻言，眼神微红，心中一紧，弯腰拱手行礼：“臣定当竭尽全力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你微微点头，拉住二人，哈哈一笑：“孤这就令天子起草诏书，推行屯田大事。”半个时辰过去，朝堂上你当众宣布了新屯田之法，随后你眼神冷冷扫过众臣，看看有谁反对，有谁支持，日后好做清算。陈群作为颍川氏族新推出的领头人物，又是率先投靠你的人，如今官职最大，他一听你新屯田法，心中暗叫不妙。以往曹操的屯田法，他们世家大族还能抓住漏洞，中饱私囊大捞一笔，如今这新屯田法补上了漏洞，太损害他们这些世家大族的利益。陈群只见这些曹操旧部，眼神都齐刷刷的扫向他，其意图不言而喻。陈群虽惧怕你淫威，但牵扯本族利益，事关重大，不能缩头。无奈之下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缓缓站了出来。陈群不露声色，拱手觐见元公。此新屯田法虽有诸多益处，但操之过急，恐生变故。捐献千亩荒田属实太多，若抛开当地大族，任用寒门子弟管理屯田，强行推行，恐引起当地人不满，于朝廷大业不利。你眉头一皱，目光锐利，冷冷看向陈群。孤推行此法，乃是为了安定天下，若因一人之私利而放弃，何以兴汉室？陈群额头冒出冷汗，但仍硬着头皮劝解元公：屯田官若中饱私囊，如何治理？在下建议可与当地大族合作，任命这些俊杰进行监督，如此一来可减少阻力。你还未回应，田丰站了出来，厉声喝问：“陈群，元公此局乃长远之计，你却为一己之私，是何居心？”朝堂上顿时议论纷纷，当地大族和河北大族各站一派，相互攻击。你见此一幕，内心一冷，猛地抬手制止了众人，孑然一笑：“陈群所言也有几分道理，千亩荒地着实不少，那就由当地大族和寒门子弟共治屯田。”陈群这时暗自松了口气，而支持新屯田法的田丰闻言顿时有些失望，但也不好再反驳。你目光冷冷扫过众人，话锋一转：“不过陈群所说的贪污一事，孤倒是决定专设一个机构，仅限核查屯田账目，督办粮草收储，监察屯田官和典农中郎将之事。尔等觉得如何？”朝堂上再度安静下来，众人皆思索着你的提议。陈群心中一紧，他没想到你会另设一个机构，如此一来，确实既能让世家大族参与屯田，又能防止他们肆意中饱私囊。不过陈群官职是治书侍御史，主管监察百官，他心中倒也不慌。这时举寿站了出来，拱手道：“元公此举甚妙，专设监察机构，可保屯田之事。”陈群心中暗自得意，拱手附和：“元公圣明，此计甚妙。此机构若能公正行事，必能让屯田之法顺利推行。只是不知此机构归谁管理？”你心中冷笑，面色淡定看向陈群：“此机构就命为屯田稽查司吧。此官员专管监察上下屯田官，最高长官设为指挥使，大小事务可直接向大司农上奏。大司农就由田丰担任，首任指挥官。孤之旧部袁忠义曾斩杀曹操大功一件，孤特令此人担任，诸位觉得如何？”陈群脸色微变，这袁忠义是袁绍旧部，向来对袁绍忠心耿耿，由他来掌管屯田稽查司，世家大族想要从中作梗，怕是难了。不过此次新屯田制，他们这些大族也能掺和进去，倒也不亏。他眉头一松，神态镇定自如，微微拱手附和道：“元公用人得当，此次屯田制定能大获成功。”你扫视众人，眼神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威严。此事就这么定了，屯田稽查司即刻成立，袁忠义即刻到任。陈群心中暗忖，看来得想个法子制衡这屯田稽查司，否则日后家族利益受损严重。而主管新屯田法的田丰则暗自欣喜，主公此举既平衡了各方利益，又能保证屯田之法顺利实施。随后你便开始安排后续事宜。最后你眼神扫向众人，今日朝会到此为止，望诸位齐心协力，共同推行新屯田法，以兴汉室。下朝之后，你喊来袁忠义，随口一提：“忠义，此次你斩杀曹操立了大功，孤没好好奖励你，不会怨孤吧？”袁忠义闻言，脸上一慌，连忙跪地：“主公何出此言？为主公效力，万死不辞。”你满意地点点头，接着扶起袁忠义，朗声一笑：“今日孤新设屯田稽查司，特命你为指挥使，此乃重任，你可要办好。”袁忠义挺直身子，目光坚定：“主公放心，忠义定当恪尽职守，好好办事。”你微微点头，嘱咐一声：“忠义，此官为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你暗地里需慢慢发展特务，替孤监察百官。如今时机未到，待孤称帝之后，再给你封赏。”袁忠义心中一凛，立刻跪地叩首：“主公放心，忠义定不负所托。”你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微微一笑：“好，忠义有你这话，孤便安心。此事干系重大，切不可泄露，若有难题，可直接向孤禀报。”袁忠义抱拳领命而去，开始暗中筹备。建安5年1月，距离许昌城大战已过1月有余。你推行屯田制后，便开始着手择出军屯士兵。你本部约有50万大军，加上归降的钟繇长安军团、张燕黑山军、宛城张绣军团和徐州臧霸军团，共计约60万大军。你则其中老弱病残编入军屯编制，然后养精蓄锐，令大军休整数月。大司农田丰主持推行的屯田制也大获成功。新屯田制首年免租，此令一出，兖州等地流民欢呼雀跃，纷纷投身于田地开垦荒田。此令一出，大片荒地得到开垦，想必日后定会使得中原仓廪充实，重现农官兵田、鸡犬之声阡陌相主的壮
观。你站在许昌城高处极目远眺，看着远方大片土地，心中大喜过望。然后他目光又看向荆州方位，喃喃自语：待孤大军整修完毕，便是取你之时。此时的荆州之地，诡谲云涌，暗流涌动。原来早在元曹大战之时，刘备先令孙乾充当使者拜访刘表，经过刘表同意之后，刘备便带领3万兵马投奔他。起初刘备初到荆州之时，刘表还热情款待刘备，只因二人同为汉室宗亲，关系不由得亲近，再加上刘备3让徐州之事仁义之名远播四海，由此邻居岂不快哉？只是刘表之妻蔡夫人忌惮刘备，害怕刘备帮助长子刘琦夺得他儿子刘宗的荆州，时不时的在刘表身边吹耳边风。再加上刘表和刘备在一次宴席上，刘皇叔无意之间表露心志，顿时使得刘表心生忌惮，他便打发刘备驻守新野小城。刘备曾做过徐州太守，打理区区一个小城，自然游刃有余。刘备素来仁德，此时的新野百姓安居乐业，无不感恩刘皇叔。而此时的新野小城大街上，有一骑白马两耳垂肩者正四处乱转，此人正是刘备。刘备这时眼神上略带几分茫然，心中郁闷不得志，只因前日蔡瑁设宴欲杀他，幸得他胯下的鲁马神勇才保住一命，虽遇到高人水镜先生指点，卧龙凤雏，两人得一，可安天下。只是水镜先生不说姓名，刘备心里发愁，这茫茫天下去何处寻找卧龙凤雏？所以他此时正骑着的鲁马出来散心，忽听有歌声传来：天地反复熄火欲卒，大厦将崩西一木难扶，山谷有贤西欲投明主，明主求贤西却不知无。刘备定睛一看，来人革金布袍，皂绦乌履，气度不凡，似是高人。此人正唱着歌逐渐向他走来。刘备听到这歌，心中暗想，此歌倒像是寻找明主之意，莫非他就是水镜先生说的伏龙凤雏之中一人？于是刘备心中一喜，神情激动，连忙下马快步走到此人身前。刘备整理好衣服，神色恭敬，抱拳问道：不知先生大名？先生可是水镜先生所说的卧龙或凤雏吗？徐庶闻言微微摇头，嘴角一笑：刘皇叔，我是颍上人，姓徐名庶，字元直，并不是卧龙凤雏。徐庶早就听闻皇叔大名，如今又听闻皇叔驻扎新野，在此地招贤纳士，心中想来投奔，又不敢贸然造访，所以特意在街市上唱歌来打动您。刘备闻言，心中大喜，脸上也多了一丝笑容。两人随后又交谈起来。刘备发现此人谈吐不凡，颇有韬略。刘备一扫郁闷，于是他拉起徐庶，就欲带去府邸，准备等下就在府上摆上一桌，与徐庶开怀畅饮，共商今后大事。徐庶却摆了摆手，神情庄重：皇叔，刚才您骑的坐骑？徐庶想再细细看一眼。刘备闻言，心中虽疑惑，一个马有什么好看的？还是回身将马牵到徐庶面前，将缰绳递给徐庶，任徐庶观看。徐庶围着的鲁马转了几圈，眉头微皱，脸色一变：此马眼下有泪痣，这不就是的鲁马吗？主公，此马虽是千里马，但是妨碍主人，不能骑它。刘备一听，收起笑容，正色道：先生所言极是，此马昨日已经应验了。于是刘备将昨日的如月谈息之事讲给徐庶听，谁料徐庶听后却摇摇头：主公，那是救主，不是防主，此马他最终还是会坑害一个主人。徐庶有一计谋可以消除此祸害。刘备脸上一喜，心中好奇，旋即发问：元直，你可有什么好办法去除祸害？徐庶戏谑看向刘备，淡淡道：主公，您看谁不爽，就将这马赐给谁，等此马坑过此人之后，您再骑他，自然就万事大吉。刘备听了这话，心中一怒，脸色大变，冷冷看向徐庶。徐庶，没想到你这人如此心术不正，我刘备向来行事与曹操不一样，宁叫天下人负我，不可我负天下人。今日我刘玄德以为寻得一大才，没想到你刚当到此，便教我做损人利己的事，我刘备庙小容不下你，你还是另择高处吧。徐庶闻言，心中震撼，这刘备真是名不虚传，不是伪装，真乃仁义之君。他收起笑容，面色凝重，抱拳致歉，还请刘皇叔见谅。徐庶一向听说皇叔仁德，心中不敢轻信，所以故意试探一下罢了。刘备顿时也改变神色，上前扶起徐庶，自嘲一笑：元直如此试探，是我莽撞了。刘备哪有仁德惠及他人，还请先生告知。徐庶正色道：徐庶从颍上来此，途中听新野人唱歌，接道：新野木，刘皇叔自到此，名风族，可见主公恩德。徐庶接着缓缓又道：皇叔仁义之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徐庶愿为皇叔效力，祝皇叔成就大业。刘备大喜，拉着徐庶的手，边走边说：如今刘备有元直相助，大事可成矣。紧接着刘备带着徐庶前往自己府邸，一路上徐庶为刘备分析当今局势，刘备不住点头，心中对徐庶越发赏识。到了府邸之后，刘备令下人摆上丰盛一桌宴席，然后与徐庶开怀畅饮，直至深夜。入夜后，两人继续卧息长谈，不知不觉天色已明，伏羲或所依，或西服所服。刘备此时心得徐庶犹如如虎添翼，实力大增，而你那边却有了变故。福无双至今日至，祸不单行明日行。这句话似乎要印证在你和刘备身上，原因便是你作为现代人，受过教育，对皇权和皇帝自然没有什么敬畏。破许昌之后，你也把控了天子刘协，在给麾下众将讨官和推行屯田制的事件，你不经意间以命令的口吻让天子刘协下诏书，没给天子刘协面子。袁绍此人跋扈程度甚于曹操，没给过刘协好脸色。刘协心中气得牙痒痒，愤懑不已。他虽为天子，却一直是个傀儡。原以为曹操倒台后能有转机，没想到袁绍比曹操更跋扈。这个时间点，衣带诏事件尚未发生，刘协的衣带诏本打算除掉曹操，没想到突发变故，曹操提前败亡了，他也就没用上这个手段。所以那时的曹操也就还未处死刘协的爱妃董贵人。曹操和刘协因此表面上也还过得去，而袁绍如今大权在握，他则是把刘协纯属当成了工具人，面子工作也懒得做了，随意驱使天子。刘协并不甘心就此任命，准备重启衣带诏计划，为了大汉江山放手最后一搏。此时的皇宫之内，皇帝刘协躲在厕所里和国舅董承密谋刺杀袁绍一事，刘协满脸悲戚，
眼中闪过一丝决绝，紧握董承的手，恨恨道：“国舅，袁绍之心，如今路人皆知。这袁贼飞扬跋扈，更甚曹操。曹操占据朝廷多年，还未称魏公。反观那袁绍，这短短1个月时间不到，袁贼已经是魏公了。朕若再不反抗，这大汉江山就该改姓袁了。朕乃大汉天子，袁贼呼来喝去，犹如使唤奴仆一般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朕意已决，请国舅助朕一臂之力。”刘协说罢，眼含热泪便拜向国舅董承。董承心中一惊，赶忙将刘协扶起。董承浑身一凛，满脸悲愤，眼神中满是坚定之色。他咬了咬牙道：“陛下放心，臣这就回去策划赐袁一事，不诛袁贼，臣耻做汉臣，臣定当竭尽全力为大汉除去此贼。”说罢，董承辞别天子刘协，前去召集衣带诏救人策划大事。刘协心中一动，满怀期待，将希望寄托于董承之上。董承此人心中十分谨慎，他回到家中，考虑到他刚进宫就召集一些人会面，不是自投罗网，因此董承一直没有行动。等到深夜，他才敢秘密联络原本衣带诏救人总机吴硕、王子服等一众热血官员。待众人秘密到齐后，董承随后便将天子刘协的心意告知众人，众人皆是忠君之人。众人听后皆是义愤填膺，气愤不已，表示愿为铲除袁绍匡复汉室出力。然而他们这些人秘密联络，却被指挥使袁忠义所察觉。袁忠义自从得到袁绍受命后，便私下大力发展特务，在众大臣家中安插眼线。他们私下联络之事早已经泄露。袁忠义虽不知道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要干什么，但感觉深夜密谋此事非同小可，连夜禀报你。你闻言脸色一冷，心中了然，这不就是针对我的衣带诏吗？历史上没整死曹操，如今还想整死我？冷笑一声，刘协胆子不小吗？忠义这次多亏你了，你现在就和孤一起捉贼。你当即带兵杀到董承家，士兵们一脚踹开大门，此时屋内的众人正围坐在一起商议刺杀计谋。见你突然带兵闯入，皆大惊失色，冷汗直流。董承见状，强装镇定，起身质问：“袁公，深夜闯入我家，所谓何事？”你冷笑一声：“朕为大汉江山社稷，不得不搏。”你闻言一时默然。刘协确实也有反抗的权利，做人要不站着死，要不跪着生。你猛地抽出佩剑，抵在刘协脖颈处，此举难免吓刘协一跳。随后你突然又收起佩剑，眼神中透露出几分自信，大笑起来：“陛下好好看看，孤接下来是如何荡平四海，征服万国。”言罢，你带着人马离去。刘协则瘫倒在地，他知道自己接下来已无能为力。你随后下令将董承、种吉、吴子兰、王子服等人及其家族全部处死。此时你看着董承等家中的一箱箱财宝，眼神通红，不由得心中暗爽，还是抄家来钱快啊！这次让袁忠义秘密发展特务，没想到没多久便有这秘密收获，得好好赏赐袁忠义，不能亏待手下人。你沉思片刻后，便决定将董承一族家中财宝全部赏给袁忠义。袁忠义当即感恩戴德，心中大喜，叩谢袁绍。而此时的刘备正带着徐庶踏上寻找卧龙凤雏的道路上。原来刘备、徐庶二人昨夜商谈甚欢，直到天明，徐庶才发觉天亮了。徐庶微微一怔，心中一激灵，猛地拍头笑道：“主公！”徐庶差点忘了一件大事，那卧龙凤雏正是我的好友，我这就带主公寻他们出山，辅助主公匡复汉室。刘备听后心中大喜，精神一振。虽然他一夜没睡，但却丝毫不觉得有困意。刘备此时顾不得叫上关羽、张飞，即刻和徐庶收拾一番后，快马加鞭出发前往襄阳城外的隆中山拜访卧龙与凤雏。如今天下只有此时刘表治下的荆州之地堪称乐土。刘表贵为汉室宗亲，又素有贤名，震慑数郡，坐稳荆州，治下土地沃野千里，百姓富足。这时荆州境内襄阳城西20里外，隆中山南卧龙冈前一处密林内的一座茅庐之中，有2人正在对饮，其中一人身长8尺，面如冠玉，头戴冠巾，身披鹤氅，飘飘然有神仙之姿；另一人则浓眉纤鼻，黑面短髯，形貌奇伟，面容古怪，不修边幅。只见那黑面之人突然扯下其腰间酒葫芦，仰颈饮完壶中酒后，盯着棋盘缓缓道：“孔明，如今天下唯有江东孙仲谋，雄才伟略，堪称明主。明日我便欲去江东，投奔孙仲谋，助他一统天下，不负平生所学。”那被唤作孔明之人轻笑一声后，出言反驳：“是元兄，江东孙仲谋虽具有江东，历经3世发展国险而民富，又网罗贤才，但其内部有世家掣肘，外部有强敌环伺。况且那冀州袁绍又一统北方，孙仲谋虽有雄才，想一统天下，谈何容易啊！”黑面之人闻言，则将酒葫芦重重一放，眼神略带惋惜，看向对面之人：“孔明，你空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却不愿出世，岂不可惜？”孔明手摇羽扇，神色从容，淡淡道：“非也，是元兄。如今天下大乱，百姓沉沦，生灵涂炭，孔明未得明主，不愿轻易出山。”黑面之人闻言哈哈一笑，道出心中疑问：“不知孔明兄心中明主是何许人也？”孔明则轻摇羽扇，目光望向远方，喃喃道：“谅心中明主为人当弘毅宽厚，知人待事，心怀天下，匡复汉室，以苍生为念。”两人就在这荆州境内安然自得之际，而此时远在天边的益州，却早已经发生了一件大事件。建安5年，一场大叛乱席卷了益州，当时的益州牧刘璋乃刘焉之子，此人性格软弱，无力控制先父麾下东周兵，纵容东周兵劫掠益州百姓，导致益州百姓民怨沸腾，引起益州本土豪强势力十分不满。征东中郎将赵伟虽曾是刘焉旧部，协助刘焉入主益州，但因新上台的刘璋过于软弱，故赵伟联合起8郡豪族起兵反叛刘璋。赵伟与8郡豪族声势浩大，一时间蜀郡、广汉、前韦等郡县大族纷纷起兵响应。赵伟短时间内便扩军5万，向着刘璋治所成都杀去。刘璋心中大惊，只得依靠麾下东周兵拼死抵抗。东周兵虽平日骄纵，但此时为求自保，竟爆发出强大战力。双方在成都城外展开激战，一时间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益州牧刘璋看着赵伟叛军大军压境，并且益州多
多地发生叛乱，多处噩耗传来，他心中大急，连忙召集麾下谋士商议对策。此时的刘璋面色慌张，攥着今日战报的手也微微发抖，显露出其内心惶恐不安。刘璋言语中略带紧张，开口询问：“诸公，如今情势危急，谁有良策可以退敌？”堂下刘璋的麾下文武重臣一时之间皆垂手不语，默默无声。就在此时，一人挺身而出。刘璋定睛一看，此人正是别驾张松。张松沉思片刻后，决定卖主求荣。他挺身而出，眼神中略带几分狡黠，问向刘璋：“主公可知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乎？”刘璋脑子一转，忆起此人，缓缓开口：“玄德公乃汉室宗亲，与我同宗，孤当然知道。”张松见刘璋上钩，心中暗喜，接着道：“刘玄德此人曾面对三让徐州，又奉一代诏讨伐曹贼，仁义至尽，主公可知。刘玄德如今投奔荆州刘表，驻扎新野也深得民心。主公不妨邀请刘备入蜀，助主公拨乱反正，杀敌平寇。”刘璋闻言，心中暗喜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希冀。孤虽远在益州，也早已知晓刘玄德大名，若得他相助，不愁叛贼不定。主公万万不可！刘璋只听到一声厉喝响彻耳边，眼神一扫，发现此人正是黄权。主簿黄权猛然抬头瞪向张松：“张松，你这是何意？不安好心。刘备素有大志，主公若引狼入室，日后必遭反噬。”张松眼神深邃，悠悠地看向黄权，喝问一声：“黄权，你这鼠目寸弓之辈有何良计？如今主公内忧外患，非借外力不可图存。汉中张鲁更是虎视眈眈，时间已久，难免不会趁乱出兵，到时更难收拾。”张松接着眼神望着刘璋，陈词恳切道：“主公，刘备若肯入蜀，可令其先破赵伟，再平张鲁，此乃万全之策。主公，况且荆州刘表和主公素有怨仇，若刘备倒向刘表，则主公日后更难安稳。如今主公若后代刘玄德，刘备乃忠厚之人。”刘璋闻言，心花怒放，双目瞳孔微微一亮，眼神中满是期待，心中大喜，急忙开口：“永年，此计深得我心，这邀请刘备入蜀之事便托付给你了。”张松神情正色，拱手一拜：“主公，张松定不辱使命，此去荆州不达成任务，誓不回还。”言罢，张松退下收拾行李，便向着荆州方向而去。刘璋眼巴巴地看着张松远去的身影，希望张松此行能搬回救兵，挽回局势。殊不知张松此举乃是被主求荣，搬来的并非刘备救兵，而是敌军。而此时刘备和徐庶快马扬鞭，也寻到了襄阳城龙中山卧龙岗诸葛庐之中。刘备调节神态，深吸一口气，整整衣袖，便和徐庶推门而入。此时的诸葛亮和庞统相谈正欢，两人听见门响，回头一看，只见来人正是好友徐庶和一大之人。徐庶面露激动，惊讶地看向二人，没想到世元兄和孔明兄尽皆在此，二位卧龙凤雏大名，可是闻名荆襄之地。徐庶今日特意带吾之明主求见。诸葛亮和庞统闻言面露笑意，问向徐庶：“元直，不知你之主公是何人？”刘备则神色恭敬，长揖及地：“汉室莫胄，涿郡渔夫刘备、刘玄德久仰两位先生大名，今日特来拜见。”诸葛亮和庞统对视一眼后拂袖还礼。山野之人哪里担得将军重视亲自拜访？刘备趋前半步，言辞恳切：“备曾有幸遇到水镜先生点拨，水镜先生称卧龙凤雏，得一人便可安天下。”元直更是对刘备说道：“此二人可就见而不可屈之。如今刘备三生有幸，能同时遇到两位先生，备虽不才，愿听两位先生教诲匡扶汉室，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”